哥几个，想不想知道唐佳瑜为什么会忽然回国？我打听到了确切消息，绝对重磅炸弹。唐佳瑜这个人啊，主任，哎，主任，什么确切消息啊？我也想听听。啊？你以为我不敢说呀？克梅德医疗中心答应让你做大外科主任，所以你拒绝了回国。后来没想到人家变卦了，大外科主任做不成了，你没办法，只能退而求其次来到了安和。所以安和从头到尾都是你的备胎。我说的对吗？不是，这就是你的重磅炸弹，这不够炸呀！不是你笑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你就是拿咱们科当备胎。我们安和怎么了？丢你人了？我们安和不是你的地方。主任，那个陈卫生拒绝签字，他说既然不做心脏手术了，那甲型动脉瘤的修补书他也不想做了。陈卫生，你腿上的甲型动脉瘤有股动脉分支连着，股动脉大出血，正常人都有生命危险。你是 A 型血友病的人，你为什么不签字？我说了，要么2个手术一起做，要么1个都不做。登山比你活着还重要吗？我真的不理解。小时候，有一个登山运动员来我们学校做演讲，他讲了登上山顶以后看到的辽阔壮丽景色。从那个时候我就迷上登山，但是我有血友病，所有人都告诉我说，你不可能登山。我自己也知道，没办法。后来我开了一家登山用具商店，认识了很多的登山爱好者。我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哥们儿，上次登山的时候出了意外，丢了一只手。前段时间我碰到他了，他竟然在训练意志，要继续登山。我问他说：“我说你值得吗？”他说不知道，但是只有在山顶的时候，他才感觉他真正的活着。那个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从来都没有活过。但是我想，我这一辈子不能一丝险都不冒吧？我不能这么一辈子都谨小慎微的活着吧？你们能明白我的心情？你们明白吗？作为你的医生，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，这个手术不是一定要做，你完全可以跟先性病共存，而且就算是手术成功了，能够登上一座山的山顶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。即便是这样，你仍然要坚持做这个手术吗？我做。定明天的手术间，大动脉转外根治术加甲型动脉瘤修补术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已经拒绝跟你们合作了吗？给我5分钟，我只需要5分钟。说吧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来是想问一下你，跟辉格的合约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签？明天。其实人工心脏研发，只要有医生跟工程师的合作，那才能够
通过动物实验跟人体实验，最终通过药监局的审核才能上市。换句话说，您现在需要的根本不是资本的入资，而是跟一个有植入经验的医生合作，也就是我。你不用说服我，啊，我不会放弃跟辉哥合作这么好的机会的。我这么做其实是在为您着想。你看，所有的资本入资，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盈利啊，为了利润。可是您现在的这个样机研发还没有成功，这么早就得到入资的话，一定不会像从前那样专心致志研发，对吧？还有一点，最重要的就是，医院的人员构成比大企业要简单得多。我保证不会给你科研以外的其他的阻力。在企业研发的掣肘之处，相信你在国外肯定也体验过。所以，您真的有信心能够在辉格工作到人工心脏研发上市吗？如果当中真的出现什么问题，您跟这么大的公司对抗，真的有信心能保证最终人工心脏的知识产权还能完整的属于您？如果你跟我合作，我会给您100%的研发权，知识产权这绝对不模糊，全归您所有。你能得到什么？其实我只是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早一点使用到人工心脏，我唯一的目的。我想想，啊，但是我不保证我一定会答应你啊。只要给我一点点希望就够了。那我不打扰了。要打麻醉了。可是王海明还没打电话过来。那如果他一直不来电话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打麻醉吧，先手术。不用紧张。主任，医生，别紧张啊！今天手术最大的风险是出血，所以血液回收很重要。麻醉，凝血功能怎么样？放心吧，我会严格监控的。好，不用紧张，放轻松，一会儿就手术了。好，准备吧。开始麻醉。妈，我先上个手。我给戴手套。还在渗血？你看，你回去休息一会儿吧。不敢回去，得在这守着。如果术后吻合口渗血不止，半夜还要2次开胸。叶一鸣，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就这么草率的答应帮他手术？如果万一……首先呢，这个手术是病人自己要求做的，而且为了做这个手术，他甚至不惜做出自伤的举动。手术的风险我们之前也告知过了，这就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可能他对疾病的心结远比对心脏畸形更在意。你是在解开这个心结，是在帮助他。你真的这么想？当然了，不然我也不会接这台麻醉啊。谢谢你。你回去休息休息吧。叶医生，才回来呀？啊，我一直听着你家门响呢。你爸，你找我有事儿？哎，是这样啊，我和我老伴呢要去上海照顾女儿，她刚生了孩子，我们想呢等着小孙子上到幼儿园再回来。可是这阳台这花啊，你看能不能搬到你那儿去？哎，不麻烦，浇水就行。没问题。哎，那我去搬啊。哎，等等，李宝，怎么了？你要是去上海的话，那你这房子租吗？哎，主任，病人醒了。陈卫生，
今天已经是手术的第3天了，中间你的情况不是很好，好在现在已经度过了。你的情况已经慢慢好转，过不了2天就可以转出 ICU。我不知道今后你能不能登山，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挺过了这一场手术，比你任何一次登顶都有意义。副局长，过2天会有空床位吧？哦，有的。那就好。对，正好有人找你。队长啊，不会又决定让我做手术了？那没准啊。真的呢，等你1小时了。王工，你找我啊？我愿意跟你一起合作研发人工心脏，如果你还没有改主意的话。我当然没改变主意啊，我愿意。你之前开的那些条件都得算数。当然，所有答应您的条件全部算数。那你怎么没有跟辉格？我是觉得这么多天都没联络，所以。我仔细看了一下合同，他们就是想买我的知识产权，我作为雇佣工程师为他们工作。我早就说过了嘛，您跟我合作，我觉得研发的胜算应该会更大一些。你不要这么盲目自信，我们的合作就好像是，斗地主你会玩吗？啊？一起牌摸了1把的3和4，在概率学的角度来讲，成功的几率极低。你还会打斗地主？我经常看别人玩，他们不带我。那也许我们的组合就是王炸了，对吧？我带你去做一下我们正面组的同事。我真的没有开玩笑，你要做好失败的准备啊！做好了，所有准备都已经做好了。是吗？啊，这边请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工程师简历不错呀，样机做出来了。哎，你去哪儿淘的宝贝啊？如果你见了他本人，应该就不会这么觉得了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是好事儿，我们的科研迈出了一步，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步。那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回去了，一会儿还有手术。哎，那个什么，那天你在食堂，谢谢你非常配合。不过，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做老朋友。老朋友这个称呼不错。那当然了，我是管医疗的副院长，有我这个老朋友啊，可以给你挡很多麻烦事。那我谢谢你了，副院长。不过你今后不用再用对付叶一鸣的那一招，让别人再来帮我了，挺尴尬的。哪招啊？他爸生病欠了人情，所以你让他来帮我。他跟你说的？对呀，今后不用再用了。刘峰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一会儿还有手术呢。要你帮唐佳瑜，是我提出来的，所以我有义务提醒你一下，别走太近。误会了，我和唐主任只是朋友。那他怎么知道老叶主任的事儿？就是有一次聊天聊到这儿，就说起来了。我跟你认识多少年了？虽然说我们的关系看着不错，但那也是因为3年前老叶主任的事儿，我们才真的亲近起来。他来了才不到半个月，你就全盘托出了，那证明你对他放下了戒备。放下戒备，就是爱情第一步。
那我要是喜欢他，你不会生气吧？不是我生气就不跟你说这些了，我是担心你。你是个轻易不动感情的人，你动了感情，我怕你受伤害。你真的误会了，我和唐主任真的只是朋友。反正就一点，这个世界上对唐佳瑜来说，手术是最重要的，其他的都可以割舍。我跟你说，他是我见过最没心没肺的家伙，你一定不要爱上他，千万要做到。好，我要是做不到啊，我这叶字我就倒着写。哟，麻醉比外科来的还晚啊！哎，临时有点事儿。啊，对了，你还欠我1个星期手术室盒饭呢。欠的肯定会还的。今天这个病人不太好插管，体重有点过重。我之前睡诊访室看过了，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哎，你找到房源了吗？没有。那我给你一个吧。真的？真的，我隔壁，他的房子还没挂中介呢，回头把电话发给你。哎，太好了，那你赶紧发给我，我下了手术打个电话给他。哎，这次真的做邻居了。算是吧。我插管去了。来，让一下我看。你看，心包填塞，所出的心包里已经压迫心脏了，血压测得到吗？40，强心药已经给到最大，马上做心包穿刺。长生机到了吗？没有，我去看看。什么东西没到？把家属带出去，来不及了，准备点服吧。来，出来一下。哎，大夫，那个这是我儿子，病人现在很危险，麻烦你出去。穿刺针。大的。血压回升，他是主动脉夹层破裂，必须马上手术。大夫，我儿子刚17岁，明年要高考，咱们能不能先保守治疗？现在只有手术一条路，而且要尽快。可是他小小的年纪就要动刀，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这跟年纪大小没有关系，跟病情的轻重有关。夹层破裂必须要手术，而且要尽快。还有就是手术风险非常高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向东主任，病人情况怎么样？先天性主动脉窦扩张导致主动脉夹层破裂，没有其他的基础疾病或者传染病。徐和老师，麻烦开一下屏幕。主动脉受损情况严重，看病人情况，估计心功能也不好。主任，百里，病人家属签字了吗？终于签了，我把风险和并发症一条一条的跟他解释了一遍。哦，那你赶紧刷手去吧。哎。主任，你刚才那针实在太冒险了。心包穿刺确实能够缓解填塞，但是心脏在解除压力的瞬间，万一它撕裂的夹层大面积破裂或者出血，那人就没了。你那针，看来惹上官司的概率可是比救活人的概率高。再危险也得救，总不能看他活活憋死吧？可以了吗？可以。
准备开始手术。魏朝阳，怎么样 ？ICU 转回来时有没有输肺战？好多了。多谢唐主任救了我儿子的小命。我在问你儿子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哦，对了，唐主任，我儿子什么时候能下床活动啊？他术中跟术后用了大量的血管活性药，所以要多休息2天，现在还不能。不过你很勇敢，你已经闯过一大关了，很不错了。我看看你伤口，别担心啊。上面打开一点就行。可以，长得不错，绑得再紧一点，好好休息啊。哎，好，谢谢唐主任，谢谢唐主任。这么大一台手术，术中还有心栓，一关体外循环就心脏停跳，上了2天 ECMO 才缓过来。哎，没想到就这么几天就又找回了病。那还好，病人年轻嘛，身体素质好。是。老弟，你打什么哈欠？这2天忙得脚不着地的是我跟江百丽啊。你说廖晓波这小子啊，相亲不成，恼羞成怒就休年假去了。这一大堆病人都交给我了，哎呦，累死了。累死你了，活不都我干的吗？于护士，主任，上班的时候不能看手机，科室会上特意强调过。我是在看新闻，上面是说第一医院的事。第一医院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主任，我先去换药了。对了，百丽，哎，等一下接台手术能不能提前一点？我今天想准时下班。没问题，我去那个协调。主任再见啊。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我准时下班，这不像这个女魔头的风格呀。哎，老秦，这么叫就太难听了吧？休息的时间都用来起外号了。嘿，主任只是偶尔凶那么一羞羞啦，没有你讲的那么严重。你们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好了一起反革他吗？怎么这成 K 粉了？这叫你说说这2个人。哎，老秦，这事儿你别问我，我跟大家一向是共进退的。啊，周达，哎呦喂，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您好，这个鲈鱼给我来一条吧。等一下。唐主任，哎，叶主任，你可算搬进来了。我今天刚好没有手术，然后就把家里收拾一下。啊，对了，叶主任，谢谢你帮我找这个房子，我应该今天请你吃饭。我们给你买了菜吧。还买鱼啦？你家真干净啊！还行吧，我平时呢喜欢打扫卫生，放松一下嘛。哎，对了，你快进来坐吧，菜马上就好了。叶宁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没有缺点啊？谁说的？那是你没看出来。哎，你尝尝那鱼，看合不合你口味。那我尝了啊。哎，来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太好吃了。哎，我听刘峰说你是一西北人，怎么那么爱吃鱼呢？我是因为小的时候听大人说，吃鱼可以让人变得聪明。我想，做心脏外科医生一定聪明才行，所以一有机会就吃鱼。你小的时候是多大8岁。8岁，8岁你就想当外科医生了？你该不会也是外科世家吧？不是。爸给你擦一擦，能舒服点。谢谢爸。跟爸还客气啥？爸得谢谢你。
手术做得非常成功，真牛。哎，等这回出院了，你可得加把劲儿努力学习。你这一住院，功课落下不少，爸知道你辛苦。等你明年考上好大学，你想吃啥，想玩啥，爸都答应你。哎，你说你爸，就只读到了职高，这辈子就没什么盼头了。爸就盼着你成才。爸，我腿有点疼。腿疼？右腿。你是不是躺时间长了，麻了吧？不在干嘛？喂，张美丽。好好，我马上回来。好。今天一个病人出事了，我得马上回医院。要出差。要不然热热。晚上再晚一点，或者是明天带到医院。谢谢你的雨啊，谢谢啊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吃晚饭的时候，后来就越来越疼。唐主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腿上长的，这一大片一大片。不是长的，这是手术后的并发症的一种。魏超元入院的时候心功能很差，所以术中术后注射了大量的血管活性药。可是这种药会导致周围的血管收缩，这样的话下肢流血不畅。先用药试一下吧，看看效果。那不会有事吧？现在还不好说。陈百烈，泵入肝素、罂粟碱，注意下肢保暖，要增加血流，时刻关注他的病情变化。行，那主任先去吧。爸，啊，没事没事，别着急，这不大夫都在给你治呢吗？唐主任，你们来了。朝阳说他腿还疼。主任，一直在用药，但是效果不太明显。加大药的剂量，2倍试一下，马上请骨科过来会诊。好。用了药之后效果并不好，我们需要紧急开个会讨论一下，有情况会马上通知你。好，好。爸，没事没事，坚强点啊。这个情况很不乐观，肌肉都已经坏死了。我昨天守了一晚，进展很快，似乎很难逆转。血管活性药用多了就是这样，但如果当时不用的话，病人也就没命了。这是个两难的问题，无解。等骨科的会诊结果出来之后，我们再决定最终的治疗方案吧。要不然搁墙上。处长，我个人觉得还是隐蔽一点的位置比较好。您说呢？欧阳处长，又来检查卫生吗？今天真的不是，因为第一医院的事情，所以咱们院要全面提升安全措施。护士站统一安装1级报警设备，门卡呢也要全面升级。第一医院怎么了？昨天于护士也说第一医院，你不知道吗？第一医院昨天发生了一起暴力伤医事件，眼科的一名医生在门诊被他的病人砍伤了。我问过第一医院的人，这个人多处颅脑外伤，昨天抢救了1天，现在还在昏迷，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。你们认识这个医生吗？不认识，但大家不是同行吗？我们这些老员工还好，这件事啊，对于一些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来说，还是打击挺大的。从昨天到今天，大家情绪都不是很好。我们还决定送花过去，表示慰问一下。那就以新万中心的名义送吧，科室报销。好的，主任。汤主任，心脏外科也是医患纠纷的高发科室，你要多注意啊。以我的经验，这种事情可能会有连锁效应。知道了。根据刚才会诊结果，应该是要截肢了。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呀？病人年纪太年轻了。他是肌肉坏死，是大量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所致。听江百烈说，病人术后还上过 ECMO，
当时没有办法下新飞机，所以上了埃克莫。现在这种情况也是上埃克莫导致的。这种情况，每年在心外都会发生几个，都是由我们骨科给做的截肢。对于他的腿，我建议截肢，越快越好。不能截肢。你先别激动，您坐下，我慢慢跟您说。我能不激动吗？你说的这些，我都听不懂。我只知道朝阳来你们这儿是来做心脏手术的，现在手术已经做完了，为什么突然要截肢？心脏和腿离得那么远，这不可能啊！再说，少了一条腿，他这辈子就毁了。他还怎么考大学？以后还怎么去找工作啊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，但现在实际情况是，他右腿已经坏死了。坏死的部分会释放毒素的，到时候进了血液，这样的毒素对心脏有非常大的影响，会让现在正在康复中的心脏更加弱。那个时候没有要使用强心药，强心药会导致心的坏死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，所以我们一致认为越早截肢，损失会越小。不行，绝对不能截肢。你是医生，你要想办法。爸，哎，别乱动，好好躺着。我的腿，你的腿没事儿，大夫说能治好，你别着急。爸答应你，一定不会让你出事儿。爸，等我出院之后，能不能去踢一次足球？我把作业都写完，不耽误学习。好，爸答应你。你不是跟我说你这出了点状况吗？我就顺道过来看看，怎么样？解决了吗？啊，术后并发症，整个腿都黑了，必须截肢。可是病人才17岁，家属怎么都不同意。这么年轻啊？家属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你说不截肢的后果我们都知道，对吧？等到毒素到达一个不可控制的程度，那最后的结局就是……对。喂，杨蕊。啊？那你在哪呢？你怎么来了？不用上班了？你不是在微信里说心情不好吗？我来看看你。这么贴心。说吧，今晚想吃什么？我订餐厅。今天晚上？明天我出差，说好今晚一起吃饭，提前给你庆祝生日的。今晚肯定不行了，因为第一医院的事儿，医院升级安保，所有门卡都得重新录入，这些都得经我手。要不这样好吧，等你出差回来再一起吃饭。总放我鸽子，就为这破工作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破工作呀？口误，口误，是白衣天使。药已经用了2天了，情况还在加重。还记得那天我给你的建议吗？目前只有截肢，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。急诊那天，你跟我说手术是唯一的办法，现在要告诉我，截肢才是唯一的办法。你们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你们外科大夫，只要病人不开刀，你们就不开心，因为不开刀就赚不到钱，是吧？魏先生，不管怎么样，主任肯定是为了病人好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反正我不同意。你们继续治，必须治好。还有，不能把截肢的事情告诉我儿子，不然
我和你们没完。做得对，这些大夫就这样，只顾自个儿方便，哪有来做心脏手术给孩子把腿切了的？你呀，坚持住，别被他们唬了。咱自个儿的亲人呐，自己保护，不能指望这些大夫，啊。白烈，密切关注魏朝阳的生命体征，继续对症治疗。知道了，主任。可是他现在这样的情况，可是家属不同意，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些。龙大夫，龙大夫，魏朝阳情况不太好。朝阳，你别着急，大夫马上来。大夫，我儿子说他喘不上气来，面罩。魏朝阳，坚持住。情况怎么样？主任，呼吸不行了。气管插管，上呼吸机。给麻醉，肌松药。来，快，拔。交控。可以了。主任，这孩子现在已经不能自主呼吸了，再接下去就是肾衰。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不截肢那就晚了。我跟魏建国谈过了，可是他还是不同意。他没有办法接受来做心脏的手术，最终需要截肢这个逻辑。不是，这道理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。我们现在就像被捆住了手脚，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那孩子走向死路。你说这样的治疗还有什么意义？小一点声，现在几点了？想把所有病人都吵起来吗？就是觉得太憋屈了。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？那孩子才17岁。护士长，有人找你。谁啊？吴明丽女士，这是杨瑞先生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麻烦您签收一下。哎，好。谢谢啊，辛苦你了。护士长，你男朋友对你也太体贴了吧？罗大小姐，还不快去忙？你现在很闲吗？去年就送了蛋糕，今年又送，这蛋糕看着真不错。我去跟他们说中午有甜品吃了。好，那就中午给大家分了吧。不过千万不要闹腾，不要跟我过生日了，毕竟这里是病区嘛。知道了，那我们悄悄的过。好吧，那就帮我放到休息室吧，谢谢。
怎么了，朝阳？你的腿保不住了，必须要截肢。对不起啊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你要再多拖一天，很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。你现在也是个大小伙子了，对吗？我觉得你有权利知道自己的病情。人生的路还长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落壶水泡完了。怎么了，小白脸？干嘛哭丧着脸？那男孩太可怜了，我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出来，他真的很想活下去。那我们也没办法。我知道。去吃饭不？我就不吃了吧，没胃口。那你帮我开一下护士站。好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江大夫。啊，魏先生，谁让你告诉我儿子截肢的事呢？我就是看着朝阳挺可怜的，我觉得不应该瞒着他，所以我就想，你算干什么的？瞒不瞒他，轮不到你做主吧？是魏先生，你先别激动，先消消气儿。这样吧，我去把我们主任给你叫。叫主任来有什么用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憋了一肚子火了。就是你们把他害成这样，还敢劝他截肢，你们是故意的吧？啊，是。说是不是故意的？喂妈，喂，这里是医院，有事说事。他阻挠我儿子截肢，他是想害死他。他是为了救你儿子的命，不截肢才是害了他。你胡说！魏先生，这个点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你们用那个什么药用多了，我儿子会到今天这一步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如果我儿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们这些医生全都给他偿命！你这什么家人啊？出去！龙哥，出去！上哪儿有我呀？出去！魏先生，魏先生，这一点，魏先生，出去！来人，他！什么家人？哎呀，你们心外可真行啊！别的医院是担心病人暴力伤医，你们倒好，直接殴打家属。你们是土匪吗？这时间选的也真够绝的。第一医院刚刚出了这事儿，医患关系最敏感的时候。你去问一下龙向东，他是嫌我命长，想气死我吗？院长，你消消气，我骂过他了，也让他跟家属道过歉了。骂管什么用啊？打人犯法，懂不懂？谁知道他最近怎么了？应该是急火攻心，他认罚。院长，您想怎么罚就怎么罚他。算你识相，停他手术。换一个吧。你还有脸包庇下属？你不说听我的吗？进。心外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性质非常恶劣，必须马上处理。我要你别着急啊。这个龙向东，我跟你说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他也是着急上火。什么龙向东不是故意的？你说处理什么？处理病人家属。他说了要医生偿命，这样的话都能说，那是典型的医闹分子。我打算从保安处抽几名保安到心外值班。不行，病房不是监狱，保安不能进。我觉得可行，让保安穿便装，别穿制服。不行，
必须穿制服，震慑医闹分子。绝对不行。心外病房都是等着心脏修护的病人，保安在里面走来走去，病人怎么休息？病人的命是命，医生的命也是命。刘峰，你说，刘副院长，给个决断。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。我把话搁这儿，除非从我头上踩过去，不然保安不能进行来。从他头上踩过去我没有意见，但是保安必须进心外，今天就进。这俩女的，这跟谁发号施令呢？我才是副院长。哎，叶一鸣，那什么，你再帮我一次呗。龙医生，不是我说你，再怎么着急不应该动手啊。一想到魏建国说的那些话，还有第一医院的事儿，我就没控制住。那你就没有想过后果吗？现在想到了。我们控制不了别人，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呀。以暴制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你赶紧把手冰敷一下吧，不然明天怎么做手术？你心情不好？刘峰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对，听说那个家属威胁你。人家没有威胁，只是一时生气，着急而已。做医生这么多年，这种话我听多了。魏建国不会做什么的。可是，你怎么就能这么确定？那天晚上给魏朝阳手术的时候，手术中他出现严重心衰，脱不了心肺机。我出来跟家属商量，病人现在的情况是很难脱心肺机。如果要让他下手术床的话，要用埃克莫，靠机器代替心脏工作一段时间，看心脏能不能恢复。埃克莫费用很高，坦白讲，人财两失的可能性非常大。当然，这个决定需要家属来定。唐蕊，这是我所有的积蓄，15万6。如果不够的话，我就把房子卖了，人财两空。我认。唐蕊，我就相信你。你一定要救救他。虽然我知道术后的并发症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，也不是我的责任，但是想想，我还是……但你还是很内疚。对，很内疚。你知道吗？在国外，如果出现这样的医疗纠纷，律师会告诉医生说，不要表现出有愧疚感，还有，千万不能说对不起，因为你说的任何一句都有可能将来在法庭上来指证你有罪。可是真的，如果像欧阳振宇说的那样，让保安进病区，那我们成什么了？就像有的人说，其实外科医生跟屠夫只有一线之差。魏朝阳，朝阳，魏朝阳，朝阳，魏朝阳，主任，情况怎么样？主任，我看看。主任，你看，两条腿都已经。除颤器快点！除颤！
292，给电，给电，给了。再一次292， 292，充电，给电，再一次292， 292，充电，给电，可以了。今天必须截肢2条腿。什么？2条腿？你不说是1条腿吗？你已经看到了，另一条腿已经病变了。魏建国，我之前就告诉你，这是个恶性循环。刚才是因为血钾太高了，所以心脏骤停。除颤是除回来了，可是我告诉你，他现在人带着血液透析机，都控制不了他血钾升高的速度。如果心脏再停一次，人很可能救不回来了。魏建国，没有腿人是可以活的，但是没有心脏什么都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儿子现在昏迷不醒，你是唯一能替他做决定的人，你别这么固执了好吗？你是他父亲，他求生的欲望那么强。魏建国，你要剥夺他生存的权利吗？唐主任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再想想办法，再想想办法。截肢是目前剩下唯一的办法。魏建国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保腿还是保命？保腿还是保命？保命。还以为会大闹一场，没想到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。唐主任，刚下手术啊？啊。唐主任，回办公室呀。啊。龙向东，楼下通道的门怎么锁了？啊，我打不开。你看能不能找个人帮我开一下？唐主任，你怎么来了？朝阳来到这儿是做心脏手术的，心脏治好了，可是他却少了2条腿。这是术后并发症，没有办法避免。你不要激动。我儿子现在已经2条腿都没了，成了残疾人。你说，他今后还怎么生活？他一辈子都毁了，而毁掉他一辈子的人，是我，是我害了我儿子。为什么这么固执？为什么？唐主任，我
我是来感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儿子的命。谢谢。你难道？这。对龙向东打人的处罚已经执行下去了，他本人没有异议。如果医院决定在病房安排保安执勤，我会配合。这事情欧阳报到院长那儿，开会已经否了，影响不好，以后再说。有个好消息，第一医院的眼科医生醒了，脱离了危险期。据说，当时有个老病人推了凶手一把，这医生啊，躲过了致命一击。有人问老病人，就不怕凶手反手给他一刀吗？你知道老病人怎么说的？怎么说？这老病人说，他的病是这医生治好的，当时就没想这么多。不过后来想想，也挺后怕的。想明白了吗？什么想明白了吗？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关系，是该亲近还是该防备？都不是，他们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人。天哪，什么都没有。饿死我了。你干嘛呢？我刚好我在这找点东西。找什么东西？这什么都没有啊！那个，刚才我在我们家啊，闻到一股香味儿，你是不是做饭了？啊？哦，那你不会跟上次一样吧？又做多了，别浪费了。你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我跟你讲，昨天下午来了个急诊，在手术台上血一直止不住，一直知道那儿急人中午。最讨厌是陈大忠，一直在我耳边叨叨说那个江百烈。为什么呀？你说他逗不逗？他说江百烈中午叫餐叫了个毛血旺，所以今天血旺。他在手术室说这种话，我们手术室所有人当时都饿了。你说这人气不气人？不过这倒是老秦的风格。哎，你快吃啊！你不吃，这么好吃。我刚做完饭，你先吃，一会儿我再吃。快去吃啊！吃肉。进来。就是这2盆，还有这些你都拿走。这么多？对啊，放我这儿，我养不活。不是，话说你这屋怎么一点家具都没有啊？你要住这儿，还不如住值班室呢。如果买了家具，就意味着新的生活真的开始了。新的生活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不如你先试着买一件呢。比如说，先买一个桌子，如果觉得合适的话，就循序渐进的再买其他的。新的生活肯定是要开始的，这么凑合下去肯定不是办法。好像听起来也不错，可以试试。
进。一大早找我什么事儿啊？走。问一个问题啊，冰岛有多少人口？冰岛有多少人口我哪知道？有30多万人。所以呢？仔细看。新伴侣3代人工心脏进军欧洲、冰岛等国获批进入临床实验。这款人工心脏使用了最新的磁悬浮技术。初步计算，我国大概有近1000万的心衰患者，这是冰岛总人口的30倍。现实问题是，这总人口30多万人的冰岛，患者可以用上人工心脏，而我们国内却用不上。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心里面特别不是滋味。说句矫情的话，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什么叫时不我待，迫在眉前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唐佳宇，整形外科。这个造影你帮我盯一下。好的，廖主任。哎呀，你看过吗？看你怎么不行了？你怎么了？你休假休少了啊？在家又吃又喝又玩的，哎，害得我在科里替你看管病人啊！姚主任，其实都是我在看。是，没有吃吃喝喝，我也就是一天睡个10几个小时，太不习惯了。这都请我3天的假了，成心气人呢。你们以为我想休假呀？你们又不排我手术，我这手都痒。主任，哎，主任，哎，整形外科于主任转过来个病人，他过来跟大家说一下病人的情况。哦，哎，于主任，进来呀。哟，双弟，嘿嘿，哎，上次在你门诊跟你说话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？唐主任，有秦大东在，我没办法说明情况的。为什么？秦大东对我们整形外科有偏见，嘿，他在院里好多场合下都说那种侮辱性的语言，他公开叫我说是双眼皮缔造者，就刚才说那个双弟。我们整形外科不光是做双眼皮的，我们还可以做这个唇腭裂的修复啊，给烫伤患者做治疗。反正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多的。就说昨天我还给一个病人切了一个巨大的黑痣啊！妈呀，你都会切黑痣了，双弟，你现在神医了，老师。有出科的活吗？刚才那个廖主任这有一个血管效应。把单子给他。啊？你干嘛给我呀？你要么消失，要么1个月做2主。不是，我去，我还是去吧。哎呦，双弟，开玩笑呢，别这么认真呀，双弟。哟，辛格的双眼皮，真帅。跟你不熟。好了，于主任，忽略他，你继续。那我说一下这个病人的情况啊。这个病人呢是预约下个月做这个隆胸手术的，哎，今天来做这个术前检查，拍这个 X 光片，我一看个这个 X 光片，哎呦吓一大跳啊！我赶紧就把他人带过来了，你们看看啊，这个心脏是怎么回事？哇，巨大心脏。徐明珠，于主任呢？啊，于主任回整形外科了。你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吗？什么病？
我该不会得癌症了吧？我认识一个女的得了乳腺癌，我该不会也是？我们这是心脏外科，你怎么可能得乳腺癌？那是哪病了？主任，有人找你。哦。平时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比如心慌气短、咳嗽之类的？好像是有一点。我这些年总是感冒，然后身体确实有些不舒服。我给你听个心脏。好。2件半杂音，再加上你 X 光的检查结果，初步诊断应该是风湿性心脏病，你可能需要手术。手术？那我能不能跟龙兄一起做？徐明珠，你得的是很严重的心脏病，不止心脏瓣膜有问题，而且还导致了巨大的心脏。你的心脏比正常人要大很多。心大，这不是好词儿吗？要不我先做龙兄，然后再做手术？不行，生理上心脏大是非常危险的。最近你都不要想龙兄的事儿，先把你的病治好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就是我该小的地方大，该大的地方小呗。意思好像也都对。是这个意思。那就先收你入院做检查，然后我们给你制定手术方案。给病人查链球菌、血沉、C 反应蛋白，再做一个心脏彩超，传导估计也有问题，再做个心电图吧。好。那个能不能让做的医生呀？谁？他？为什么？看见长得帅的人病牙的关系。好，那就江百烈负责你所有的检查。辛苦了，少哥。这有点惭愧啊。先把病服换了吧。那病人的检查就由江百烈负责。朱达，你去 ICU， 龙向东，你跟廖晓波跟我上手术。好。好，谢谢你啊！一直往前走啊，过了那个门就是。再往前，对，就那个，对。廖波。那个病人问我宋主任诊室在哪儿，我就给他指了指路。那个病人不是我上周出门诊的病人吗？他找宋主任干嘛？病人改变主意了呗，想换医生，这我也管不着。唐主任，要不咱们就实话实说吧。你说我在你这儿呢，只能给你添堵，要不你就放我回宋主任那组，我保证，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怎么样？廖晓波，你是哪来的自信，以为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？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中医底待着，哪儿都不能去。我收拾你办法多着去了。唐主任，这个你看赵颖那边扣了咱们重病组好多的单子，都说是这个报告没填完呢，什么什么。这怎么办？给廖晓波吧。今后咱们组所有的文职工作都交给他做。得嘞。不是主任，今天好不容易排了我一台手术，我想上手术。不用上手术了，从今以后你就留在办公室补报告。万一有什么新来的病人，你好给他指路啊。宋主任办公室该怎么走？你替他上手术。得嘞。不是唐主任，这个手术，恭喜你接受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啊！哎呀，姐，你们就这么让他为所欲为吗？哎呀，你就知足吧，歇假歇了那么多日子。都不想上班了吧？啊，我这跟他申请歇假都说了多少次了，一次次的都给我本回来了。哎，得了，我上手术去了。我的天啊！徐明珠，护士来给你抽过血了吧？
现在做心脏彩超。小哥哥，你叫我江医生吧。哦，江医生，我想问你啊，我那个手术也会留这么大的疤吗？你别在网上瞎找这些图来看，自己吓自己。这个开胸手术呢，创伤确实是比较大，但没有那么严重啊。那我还怎么穿舞蹈服啊？什么舞蹈服啊？有个电视剧试镜，那个角色要跳舞，舞蹈服好大的领子呢。对了，我还想跟你请假呢。我突然好不容易弄到了试镜的机会，就是今天，我现在就走。不行，你别乱动。昨天唐主任跟你说半天，你也没听进去。你现在的病情很严重的，你不能像平时那么蹦蹦跳跳的。而且做手术之前，你不能离开医院，知道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我怎么没感觉到？那是因为你心大。你侧身躺好，把你上衣解开。就出去1个小时行吗？不行。我帮你。这还真有点吃撑了。今天终于抢到鸡腿了。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在食堂踏踏实实吃过一顿饭了。就，那不是因为您这大忙人恰好今天没手术，我都吃3天鸡腿了，多幸福呀！要不咱俩换换？哎，宋主任组不一向手术最忙吗？你怎么能吃3天鸡腿啊？那是以前，现在廖主任不在，宋主任少了一员大将，人手不够，只能减少手术量。哎，江美丽，什么时候把廖主任还给我们组啊？这是人事方面的事情，超纲了吗？你少来你！张美丽，那不是中学组今天刚说的美女吗？徐明珠，哎，徐明珠，徐明珠，你别跑，你别跑，你这心脏不能这么跑，别跑呀！秦主任，您电话一直在响。别理他，肯定没什么正经事儿。看见谁打来了吗？前西3号。啊，括弧，千万别接。我知道了。这个病人血管的情况还是不错的。是啊，实际手术时间确实比预期的要短。哦，对了，主任，你这儿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去趟 ICU，周达让我过去帮个忙。去吧。干嘛还这么夺命连环扣？不是做手术呢？啊，点点病啊？检查了吗？肾病。主任，今天中午徐明珠心脏骤停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他不听医嘱溜出去参加什么试镜，还好除症给除回来了，目前看没有脑损伤，您去看看吧。唐医生，我知道错了，刚刚江医生已经训过我了。现在情况还算稳定，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原球菌阳性，这个是彩超和这个是是风湿性心脏病，伴2尖瓣反流，合并巨大心脏。你需要做左心房折叠术，还有2尖瓣换瓣。换瓣有生物瓣和机械瓣2种选择。什么意思呀？我听不懂。详细的情况江医生会跟你解释清楚。我建议你找你的家人还有朋友来陪你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。可是我家里人不在这儿啊。江医生，你别躺下。这手术会留疤吗？太难看了，我不想留疤。徐明珠，你刚才差点命都没了，因为在医院所以才抢救回来，在外面可能就救不回来了。现在你关键的不是美丑，是要活下去，你明白吗？可是好看对我来说就是命啊。唐医生，我给你看，这个是我靠辛苦打工赚钱给我爸妈在老家盖的房子。其实，有的时候除了外表，还有其他更有意义的东西值得我们追求。我又不像你，你有那么聪明的脑袋。可是如果我没有外表，
就什么都没了。徐明珠指定你做他的医生，你就得对他负责啊。这次是救回来了，如果他下一次再擅自离开，出了事儿你该怎么办？主任，这事都赖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不会有下一次，真的。记住你说的话，我记住。不可以有下一次。不可以，绝对不会。把刚才说的这些都给他记下来，好吧？哎，主任，哎，刚才那个患者的医嘱我已经写好了。嗯，哎，秦大忠，没什么事，你先回去吧。我待会儿还得 ICU 看个病人呢。不用了，我去就行了。真的？嗯。这个剂量，这个剂量太大了，减半吧。哎。我可真走了啊！别墨迹了。拜拜，大荣叔。哎，刚才听见说什么秦大忠前妻3号是谁啊？大东说他离过3次婚，但其实那只有2任前妻。这个前妻3号跟前妻1号是同一个人，离了婚又复婚又再离婚，好像叫石什么我给忘了。他们有一个女儿，叫点点对吧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没听大东叔说过。您干嘛问这个呀？我今天刚好就听到说，好像点点生病了。啊，严重吗？不知道，希望没事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那个钥匙忘那儿了。那个主任，我还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下。啊。跟我进来。到底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家里这丑闺女病了。点点。哎，你说说，我能不能请几天假？我前妻是根本照顾不了她。你今天给我打了1天的电话，我根本就忙不过来。而且咱们科里，你说现在这么多事儿，我也不想麻烦你们，所以，我毕竟是点点的爸爸呀。行吧，那你先休假。如果需要住院，还有其他什么的，尽管开口，别客气。那我能歇几天？我听你招呼吧，谢谢主任啊。你好，请问找谁？你好，我想咨询一下人工心脏的事。哦，好的，我帮你叫一下我们主任。唐主任，就是这个报道，人工心脏。是的，这个新闻我看过。这个没有。主任，这个是进口器械，目前还没有进中国市场。不过我们国产的人工心脏也在研究当中。真的？那什么时候能给人用？这个时间还不能确定，因为研发出来要先在动物身上试验，到底什么时候能用到病人身上还不知道。这样，你是带着病历吗？对。那我帮你看一下。谢谢您。进来吧。这个心衰的情况挺严重的，可能生存期不到1周，而且身体状况已经不能坐飞机了，想去国外做手术也不行了，对吗？其他3家医院都是这么说的。下个月我男朋友退伍回来，我们就结婚。要是我爸能看着我出嫁就好了。唐医生，1个月有可能。没有。谢谢。早上我看见新闻，我以为又有希望了，没想到。谢谢你们。我来吧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昨天送家具的来你们家好几趟，你都不在，晚上手术。没有手术，
昨天去王海明那儿，就是那个研发人工心脏的工程师，我去催了一下进度。怎么样？王工，唐主任，你怎么来了？样机缩小的方案有了吗？我还没有开始想呢。还没有开始想啊？啊。我做一件事情之前，必须要仔细的查资料，然后要充实这里，然后才可以开始工作。你能不能加快点速度啊？不然的话，病人什么时候能够使用上人工心脏？病人什么时候能用上人工心脏，不是我考虑的范围。我要做的就是研发一台完美的血泵，然后急不得的啊。那你能告诉我，你心里的完美血泵是什么？严谨、高效，而且超前。那你完了。我完了是什么意思？新伴侣3代就是磁悬浮，已经在美国上市了。现在他们已经要拓展欧洲的市场了。等你充实完这里，再慢慢研发。等你的人工心脏上市的时候，全世界对这种技术已经没有新鲜感了。那你的超前是不是就失败了？我送你8个字：时不我待，迫在眉睫。整体来说还挺顺利的吧？希望早一点进入动物实验。那就行。病人吗？好了。徐明珠，过2天就要手术了，你确定不通知你的家人？怎么了？还为了手术留疤担心呢？担心也没用，还是先保住小命吧。不留疤是不可能的，但是疤痕有长有短，正常的开胸差不多有这么长吧，但是有一种小切口，可以控制到这么长。真的呀，唐医生？那我是不是可以找东西盖一下呀？唐医生，我能做小切口的手术吗？小切口也是可行的，只是手术视野暴露不够，手术起来有些困难，需要给我点时间。谢谢唐医生。主任，这个真的能做小切口？没有十分的把握，我也没做过小切口，只是在资料上见过。咱们科那个邱主任小切口的专家，跟我跟宋主任关系都贼铁，这我就不知道他能不能帮你了。邱主任能不能帮我，廖主任就不用你操心了，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去烧病历吧。啊，对了，这2天秦大中休假，他的活儿大家分一下。没问题。准备一下吧，上手术了。好，不是主任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啊。不是，老秦那手术我可以做啊。潘主任。叶主任，你有手术在5天对吧？对，一会儿2胎夹槽。哦，对了，你认识我们科的邱主任吗？认识啊，怎么了？我有个病人要做小切口手术，我知道他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所以刚才我去咨询了，但是他支支吾吾什么都没说。这很正常。这宋主任和邱主任很熟，但是我觉得邱主任人挺好的，关于病人的事儿，他应该不会那么吝啬。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。那就麻烦你了，谢谢。小张，你怎么了？宋主任的台，病人不知道哪里心脏大出血了，我现在得赶紧去取血。你去5间跟他们说一声，我晚一点到。血液回收，动作快点啊！出血点在哪？宋主任，需要帮忙吗？张主任，你上台帮我检查一下。我马上刷手。好。快回收血！你拿血的回来没有？打电话催一下。扎布。
你摸，是这儿吗？是这儿。真直。真直。 4个0的线。4个0的线，快。 主任，学员回来了。继续手术吧。唐主任。嗯。谢谢。嗯。徐明珠，你又想开溜啊？ 我真的生气了啊！江医生，我正找你呢。你要去哪儿找我呀？我要面试，你能不能把办公室借我用用啊？行吧，那你就在这儿面试吧，我就先去忙了啊。啊？你不陪我面试吗？我这是个小小的住院，总有很多事情要忙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不许再溜出去了。嗯。 知道了，面吧，加油！面完了，怎么样？哦，反馈不错，需要等通知。那怎么感觉你闷闷不乐的呀？你是担心你这伤口的事吗？ 主任都说了，帮你想办法，不用担心。我不是担心这个，我就是遗憾。啊？我的第1大遗憾，就是我还没被人亲过。怎么可能？像你这样的女孩子，怎么？我是什么样的女孩啊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说你是，你说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是说你是那样的女孩，我是说你是这样就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主任，吃饭了啊？哎，我等你呢，我知道你会来。我刚才在冰箱里看见切着90的盒饭了。这个呢？什么？你看看。 看看，小切口。这是邱主任的武功秘籍。邱主任可是我们安和的灵魂画手，每一台手术他都画。这一册呢是专门关于小切口的，各种情况都有，你看看吧。你太厉害了，这个被你搞到了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不是借我了吗？先吃饭，然后再看。 边吃边看。筷子呢？我拿了，谢谢。谢谢啊。唐主任，叶主任，我想，我的确应该买一整套家具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能不能陪我去挑选一下？好啊，哪天啊？那就等我们两个哪天都没有手术的时候。周五行不行？周五好像不行，周六呢？周六我好像不行，周日吧，要不然。
那就下周一。徐明珠，护士长跟你找我，哪里不舒服吗？江医生，嗯，过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怎么了？要不你帮我把我弟弟喊。徐明珠，你这个遗憾我可能完成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的医生。还有第二点吧，我觉得这事儿是个挺重要的事情，你还是应该找一个就是你真正喜欢的男孩子来帮你完成。你就是我喜欢的男孩子呀。我帮你叫麻醉医生吧。哎，江医生，你说。手术疼吗？不疼，放心吧，啊。俯下身，一瞬间才发现，枯燥身心呀，完成了那些生长的力量。主任，麻醉完毕，准备手术，手术刀。唱着吉他，天空之下还在轻唱，从前的他也远去了。还没到探视时间，女士，没到探视时间。你要是找哪个大夫啊，你给打电话，让他出来接你。我打了，联系不上，要不你帮我找找秦大忠。秦主任，你找秦主任啊？秦主任休假。你是他病人吗？哦，我跟他是一组的。我是他前妻。哦，那我知道你们不是在家照顾孩子吗？点点生病了。我就是带着点点来找他的，兽医说了，点点是肾衰竭，他现在需要住院，还要做手术。秦大忠答应我的，他来承担，结果呢，电话不接，人也消失了。兽医，你看，多可怜呢。他是点点，点点是条狗啊。怎么了？从这么小我给养这么大，这当然是我孩子，那我就是他爸了，我又没说他是人，这是你理解有问题。我理解有问题啊？那你没用他诱导我来骗假期吗？没有啊，我为什么要欺骗？我孩子就是病了，我就是想去看看他。问题是我前妻他没让我去，我就去不了了。但我一想，反正我也请假了，我就踏踏实实的在家歇几天呗，这有什么不行的呀？也是哈，假都休了，反正已经回来了，今天开始工作吧。那今天的手术你一住吧。没问题呀。我这就准备去，缝皮要用美容针啊，得把你从前的专业用上。这话我怎么没太明白呀？这美容针跟我的学这专业有什么关系呀？不明白啊？20年前滨城小镇颇有名气的整容外科医生不是你吗？秦大忠。你怎么知道？实力告诉我的呀。在我告诉他你用狗假冒孩子欺骗假期，他听了就火了。立马说要请我喝咖啡，说要跟我讲一讲你的底。我说我没有时间，不想听。他说你一定得听，听了绝不后悔。我就去了，听了之后果真没有后悔。你从前够精彩的。这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，尤其是不能告诉整形外科以后，尤其是于主任，我老跟他们看不一样。秦大忠，你挺逗的。你本来就是整形外科，你为什么老挤兑人家其他的整形外科于主任他们？我也不是说诚心要取笑他们，我就是见到他们我就压不住火，我这嘴也有点碎。你那是碎吗？你对人家是人身攻击。行了，甭管怎么说，这事儿
你不会真跟于主任他们说吧？唉，我可以不告诉我。什么条件？说。可以啊，秦大壮，你挺上道的，是吧？我现在手里有你的把柄，你以后就不要像从前那样注意你的态度。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我就把你从前这点事儿发到医院的群里。你也不在医院的群里，有谁会拉你进去？这是重点吗，秦大壮？好吧。那从此以后，我就赴汤蹈火，马首是瞻，行了吧？那还有2点。你还有完没完了？说。今后不要总是瞧不起人家整形外科。还有一点，你前妻带狗看病的钱，赶紧转给他。哎呀，我这2天假歇的哟，亏了。喂，我刚下手术。行，那加时间见。今天手术这么快，竟然比我早下台。哎，最近啊，秦大中这个医助表现特别靠谱，所以手术结束的早。我也发现了，这2天他特别配合，是不是他有什么把柄到你手里？当然不是了，那肯定是被我高超的手术技术所征服。真够自恋的。今天我准备把所有家具都换。啊，走啊。哎，先过去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李阳。大主任，我出差回来啦。好想你呀！我去找你吃饭吧。哎，丽英，来。哦，你忙啊？那好吧，等你不忙的时候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丽英，你那麻醉医生还没追到手啊？这都说女追男隔层纱，你那隔的是金刚砂子。他要是好追，我还不喜欢他呢。反正他迟早是我的。哎，你尝尝，给你点的。谢谢。知道你喜欢这个啊。好吃哦。主编。啥都在呢。哎，主编。你坐，我说个事儿。哎，小张。哎。安和医院心脏中心新来的唐主任，我听说他也要参加人工心脏研发大军了。你去采访一下，探探虚实。主编，我这手头上好几个活呢。安和医院，主编，我去。哦，对，李英最合适，他跟安和医院那可真是缘分不浅呢。那就李英去吧，好好干。人工心脏这个选题很重要。谢谢主编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呀，薛老。哦，让你久等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请进。来，请。你先坐。哎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会啊刚开完。我也是来的仓促。小刘啊，咱们可好久没见了。可不是嘛。这几年没见，您身子骨还是这么硬了。行了，别忙了，我喝过了，不渴。薛老，您是新外界的泰斗，有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去找您。用不着，麻烦你跑一趟来找我。哎，对了，您找我这么着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我这心脏呢出了点毛病，想来你们安和做个手术。这是17床的冠脉造影，提示的是冠心病双支病变，前降之后回旋的狭窄程度都超过了90%。这个患者还有高血压和糖尿病。哎，等会儿，先别换。
在画什么呀？我看邱主任把手术重点都画下来，清晰明了。我也想试试。怎么样？看得懂吗？下个病人。您选择在我们安和做手术，那是对我们心脏中心莫大的信任。我们当然120分的欢迎，但我想问一个问题：您做什么样的手术？冠心病，搭桥手术。那我冒昧的问一句，您为什么不去仁外医院做呢？再怎么说，你也是仁外医院的老院长，虽说退休了，但是现任院长也是您的入室大弟子朱伟宁啊。我知道，你接着就会说，做搭桥手术没有比我那个二弟子顾英雄更合适的。可不是嘛。除了朱院长，仁外大主任顾英雄是最出名的，在搭桥界人称亚洲第一刀，而且大家都知道他跟您最亲。对，就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才不在仁外做。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。伟宁飞来飞去，忙得很，连睡觉的功夫都没有。顾英雄就他那较真劲儿，哈哈，我要是让他给我做搭桥手术啊，不知道得跟我做多少检查，才能把我推到手术室去。我就想知道，你想找哪位医生为您主刀呢？就是你们最近来的那个女医生，唐佳瑜啊。对，就是她。哦，对了，我来你们安和做手术，一定要保密。那也就是说，等着手术的病人有8个，那 ICU 术后等着转出来的是几个？6个。而且我们现在的手术量和病床周转率也都提高了，不像某些组少了某些人，好像连手术量都少了1/3。那是，宋主任就不会让我去补病历，手术给我排得满满的。再说了，就算没有我，宋主任组的手术量也是排在全科前3的。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你是没时间写病历啊。那么多小活，走的就是数量制胜的路线，手术难度低，死亡率自然也就低，就是没什么挑战。你说谁手术难度？好了，天天因为这种事儿吵，不觉得烦吗？江百烈，你去排一下手术。好。其他人走，准备查房。刘院，院长，院长，我不做。你不会不知道薛正伦是谁吧？我当然知道，我是在国外，不是在南极。那你为什么不做呀？薛老可是外科协会的荣誉主席，你把他做好了，他说一句话，可比别人说多少话都顶用。上一次峰会主讲人的差事没了，很多人质疑你，这对你就是一次好的认可，对整个安和医院的认可。你要知道，仁外的心外科有多强大，仁外的老院长选择来安和做手术，这是对我们多大的信任和肯定。给薛老做手术，多少人求之不得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手术谁爱做谁做，反正我不做。为什么呀？就是不想做。我去查房了。我把薛老安排在了 VIP 病房，我跟他说，唐佳瑜做个急诊手术，做完了就去看他。我还嘱咐 VIP 病房的人，不要让人去打扰薛老。哎呀，我就怕薛老突然改变主意，不在我们医院做手术，那咱们就让老前辈失望了。你有没有办法？我没有。你为什么那么小声说话呀？这屋里就我们俩人。哎呀，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？你是医务处处长，这事儿事关到医院的荣誉，这事你必须得管。这样，你再劝劝唐佳瑜。
欧阳，刘副院长让我来劝你给薛老做手术。说吧。我已经说完了。啊？刘副院长让我来劝你给薛老做手术，就是这句话，不然我还能说什么？那你去找刘峰，你告诉他，研发一个时间机器，让他自己坐着这个机器回到20年前，让他不要选胸外科，选择心外科，这样他自己就可以给薛成文做手术了。我要真有时间机器的话，我就回到刚请他回安和的那一天，我抽自己一个大嘴巴，告诉自己别自讨苦吃。你来找我，不会是仅仅为了吐槽吧？这次你必须得帮我，唐佳瑜必须得做这个手术。唐主任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又起来积分了呀？啊，今天怎么在医院没看见你啊？哦，我今天排的都是神脉的手术。啊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啊，好。怎么不管用了呢？叶主任。唐主任。啊。怎么了？你做饭了吧？啊，做了点便饭。你做的饭太好吃了，我吃了2次你做的饭，我现在吃食堂饭都不适应了。要不然以后我雇你当厨子吧，我挺有钱的。可以啊，我正好挣点外快。那不是。啊，我不饿。我这不是心想让你吃饱了以后不生气吗？免得让我也去做那个时间机。刘峰陪你来的吧？不是。其实我也是好奇，你为什么不肯给薛老做那搭桥手术啊？薛老这人我见过，人挺好的，无论是做导师还是做医生，他都是很值得让人尊重的。就这样的一个人，不值得吗？他是别人的榜样，但不是我的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不会到国外受了那么多罪。你认识薛老？我当然认识他了。我估计他应该不记得我了吧？如果他还记得我的话，就根本不会这么厚着脸皮让我给他手术了。哎，你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还做实习医的时候，薛正伦在附属医院做了一场公开的手术。开放生主动脉。我后来呢，就给他写了8页纸的长信，我说，我希望我以后能成为像他这样的心脏外科医生，然后希望在他的门下学习研究生。怎么样？那后来他回你信了吗？回了。回啥？ 8个字：不收女生，请勿尝试。原来是这样。哎呦，他怎么那么记仇啊？都20年前的事儿了。行吧，那我去跟薛老解释一下。一鸣，谢了。进来。薛老。啊，刘副院长，您休息呢？没有。这住院还看文章，多伤神呐！哎呀，这不闲着也是闲着嘛，看看国外的研究发展，也练练脑子，要不废了。
谢了。跟你商量件事儿。说。是这样。能不能给您换个主导？还是得盯紧点儿。知道了，主任。用量变吗？啊，看病人的耐受能力吧，加点量。好，主任，那我去 ICU 了。唐医生，我是谢正伦，你好。你们刘副院长讲，说你回来要做二次开胸，所以我就……病人的情况怎么样？血已经止住了。那就好。作为心外医生，能听到这几个字，心里就踏实了。再见。唐医生，请等一下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会给您手术的。就算我薛正伦死了，你也拒绝主这个刀吗？心脏搭桥是不会死人的，除非你的心功能……我做的不是搭桥手术，我得的是心脏血管肉瘤，心脏的癌症。这个片子啊，是3个月之前拍的。我现在的自我感觉就是梗阻症状加重了。我估计啊，现在这个肿瘤比片子上要大。哎呀，给病人做了一辈子心脏手术，到头来我的心脏出了这么大的毛病。老天爷这个玩笑开得太残忍了。手术会非常难，肿瘤长的位置很刁钻。这颗肿瘤对所有的外科医生来说都是噩梦。不过，就我对心外科医生冒险的本性的了解，这颗肿瘤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。因为越危险的东西越有意思。唐医生啊，我看这样好不好？既然你对往事耿耿于怀，不如呢，先把这手术呢接下来，用事实证明，当年我没收你这个学生是我的错。就这儿说就行。这个病人已经昏迷了8个月了。没事儿。如果咱们说话的声音能把他叫醒的话，那简直是中国医学界的奇迹。嘘，说还说啊，那我说了啊。昨天发给大家的 CT 都看过了吗？看了。真是没想到啊，薛老竟然得了这么个病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到咱们安和来治疗。他肯定有他的考量。我打算接下这台手术。不过他有个条件，就算这个手术可行，我同意做这台手术，可是仁外医院的人他们会担心你。仁外根本就不知道我病了，你们刘副院长也是只知道我是来做搭桥手术的。哎，如果让他们知道真相，那就糟糕了。所有的人就会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，所有的人都会提出他们自己觉得正确的手术方案。那我这手术我就做不成了。所以啊，必须得保密。可是这件事情怎么可能瞒得住呢？只要手术之前能瞒住就行了。
主任，薛老那张 CT 是3个月之前的。对呀，起码得拍张新的 CT 给我看看。这个我会想办法，你们不用担心。这会是一台非常艰难的手术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想到合适的手术方案。但是实际情况我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，不愿意参加没有关系，啊，可以退出，只要保密就行，没有必要勉强。主任，我想去学习，我也去。哎呀，按照惯例，我铁定是要退出的，啊。但是，谁还没有个偶像啊？你们看什么？那个老头真的很厉害的。你呢？我肯定是跟大家站在一起的，我也去。好。但现在有个问题啊，廖晓波是个危险因素，他怎么办？主任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最近给廖主任多排手术，让他在手术室里待着，他这样发现的几率会不会就要小一点？是个好办法。那明明呢？外病病房的护理我亲自来，护士这边你也可以放心，不会泄露的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最好是有小心。汤主任，你们干什么呢？这是神外，不是心外。主任，你刚才说 CT 的事你来安排，你是怎么安排？病历上就写冠脉搭桥，薛正伦去做检查时小心点，不要被看到，这样就差不多能瞒到做手术之前。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。那还需要在做 CT 的时候支开 CT 室的人，你一个人做不来。我可以。你不可以，我跟你一起去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叶主任，9号手术间插管出了问题，叫你赶快过去一趟。啊，好，啊，走。已经开始锻炼肺功能了。哎呀，这做这么大的手术，没有好的心肺功能，那真扛不下来。好在我呢，平时呢都锻炼身体，除了长了这么个肿瘤，各部件呢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希望是这样。这位是龙医生。薛老你好。我们2个带你去做 CT。崔主任一直打电话让我回诊，我让他找曹主任，情况怎么样？我已经支开了 CT 室的人，他们什么都没发现。我问的是检查结果。其实情况不太好。肿瘤居然长得这么快。你看这边边界已经模糊了。主任，如果现在已经转移了，其实手术就没什么意义了。陶主任，今天排了您2台手术。不是你们干嘛去了？一早上一个人都没有，也没人跟我说一声。江美丽，这病历怎么回事？啊，这个病历现在怎么锁了？只有唐主任能看见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前面那句。啊，今天排了您2台手术。哎呀，不是说不让我做手术吗？哎呦，您快起价吧，2台换瓣，我跟您搭伙。周大已经在消毒铺单了。我就说嘛，这做手术怎么能少得了我？哎，江美丽，这个新病人的事儿，别瞎打听，快都靠您了。那看来啊，得必须排除是否转移，然后才能考虑手术。要检查是否转移，必须要先做放射性核素全身扫描。哎呀，那就是靠核医学了，那就麻烦了。那不像 CT 啊，核医学的人没法撵走啊，那就瞒不住了。昨天你劝我给你手术的时候还那么坚定，今天遇到这点挫折就打退堂鼓了。
你有办法？我会想办法的，不用担心。CT 室的事儿，不要跟任何人说。明白。唐主任，你是哪位？唐主任是吧？您比医院网站上的照片漂亮啊！我是《医疗世界周刊》的记者黎英，我们之前打过电话预约过采访的。主任，我把病人送走吧。我们什么时候约过采访？哎，那位病人怎么好像仁爱医院的？李记者，你说的采访我不太感兴趣，所以很抱歉。哎，唐主任，采访您主要是因为人工心脏研发，现在国内各大心脏中心不都开始研发人工心脏了吗？那听说您也加入研发大军了，我们的采访不是正好给你们造势吗？我对造势不感兴趣，研发就是研发，不好意思。唐主任，进。主任，我问了，核医疗那边只有李主任在。李主任是哪个？就是那个，说了你也不记得。但是啊，我知道我叶师兄跟李主任很熟，要不……这件事情跟其他事情不一样，别把他牵扯进来。行，实在不行，那就只能直接送去治疗，在隐瞒病情和治疗之间，得选后者。那我再想想办法。一鸣哥，你回来了？出差顺利吗？哎呀，你一见我就说出差，出差有什么好说的呀？我给你发那么多信息，你就知道回3个字：在手术。你这么冷淡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追到你呀？黎英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拿你当妹妹看的。小的时候，你爸还经常带你上我们家来玩呢。那小的时候是妹妹，长大了就不能是女朋友吗？两小无猜。黎英，可以了啊。说吧，来医院干嘛？我能干嘛？当然是采访了。叶主任，你能不能赏个脸，跟小妹妹一起吃个中饭呢？哎，先别着急拒绝啊！我刚在别人那碰了钉子，正在沮丧呢。碰钉子？谁啊？就新外新来的那个主任唐佳瑜。唐佳瑜。对了，黎阳，你说你在唐主任那儿碰钉子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我今天去医院找他，是要做人工心脏相关的报道。那别的那些医院，他们都可欢迎这种宣传了，没想到到他这儿，他给我一口回绝，气死我了。哎，他今天好像带着一个老头去 CT 室做检查，那个老头长得很像仁爱医院的薛老院长，真的很像。我还听见他们在说什么 CT 事儿的事儿不能外传，这一听就是有问题啊！我在医疗周刊待了这么久，我最知道医院这些小九九了。静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为什么忽然改变主意，接薛老的手术？还不是拗不过刘峰吗？就是个搭桥。真的只是搭桥吗？那不然还能是什么？以你的性格，如果只是搭桥的话，你不会亲自带薛老去做 CT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还知道你和龙向东把 CT 室的人支开了。薛老绝对不是普通的冠心病，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。是心脏血管肉瘤，瘤子长得非常快，病情进展这么迅速，很有可能会转移。这台手术你不能做。为什么？你昨天还跟我说
薛正伦，抛开他这个人不说，他是那么多人的榜样，这个手术应该做，为什么现在就变了？你不知道事情的轻重，像薛老这样的老前辈，万一……还有仁外医院，朱伟宁和顾英雄，都是国内心外最有分量的大咖，他们都是薛老的学生。如果真的出点什么事儿，他们两个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一鸣，你这样是不是太虚伪了？我虚伪？昨天你知道是搭桥，还劝我这个手术要接，今天知道是恶性肿瘤，又不让我接了。我问你，今天不管他是薛正伦、张三还是李四，他在我这儿只是我的病人而已。我同样想问你，昨天你们俩是不是有旧怨？从昨天晚上到今天，怨恨就没了。你这么想做这场手术，难道不是因为心脏血管肉瘤是一种罕见病，手术难度极高，你想挑战它，不是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受益的是不是他？要是失败了呢？要先确定肿瘤是否转移，才有手术的可能性。你能骗过 CT 室，但核医学科就不行了。我猜的对吗？跟我走吧。你现在不觉得冒险了？很冒险啊！那你还把自己搅进来？因为你不会保护你自己，得有人帮你。一鸣，做完了，等结果吧。病人的身份和病情，希望你放心吧，我懂。希望不要转移。谢谢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老秦，我跟你说啊，好几天没上手了。今天这2台手术啊，真是太爽了。好，你是爽。哎呦，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。你呢，天生受累的命。别说是2台手术了，就是20台手术我都不怕。这就是外科医生的职业素养，这个你不懂。哎，老钱，你们上午干嘛去了？没干什么呀？还藏着掖着呢。不就是薛正伦找你们做搭桥吗？还至于吗？哎，这你怎么知道的？手术室的人都说了，说看见薛老在 VIP 病房呢。哦，哎，你说，这个唐佳瑜可真够走运的。他这也算是攀上高枝了吧？哎呦，那什么，我待会儿还得去 ICU 病房接周达。我先眯会儿去啊。不是，我看这全科呀，就你最娇贵。上岁数了嘛。行，赶紧去吧。哎呀，等退休了我。哎呀，廖主任。哎。这个是 CT 室补发的检查结果。行，你去吧。占位性病变。这不来搭桥的吗？怎么来了个占位性病变？右心房巨大，占位性病变，大小95毫米乘以74乘以45毫米。他肯定是用假病历来掩盖薛老的真实病情。如果咱们举报他，他这个中心主任的位子肯定就坐不稳了。这次就算了吧。哥，你是不是因为那次手术他帮了你，所以……那倒不是。
我只是不愿意得罪西元老。哎呀，我怎么也没想到呢？薛老肯定不愿意让别人知道。哥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核素检查结果出来了，肿瘤没有发现转移，可以做手术了。可以手术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你看我这。这肿瘤位置长得是真刁钻啊，根本没地方下刀。这个肿瘤标本取下来，应该也不小吧？办法一直有，其实就在眼前。心脏自体移植，肿瘤的位置已经决定了，不可能按常规的方式把它切除干净，所以要把心脏整个切下来，然后切除肿瘤，再用牛心包修补左心房，然后把修补好的心脏放回到病人体内。这比普通心脏手术可是要难得多呀！而且以薛老的年纪，能不能承受这么大的手术也是个问题啊。术后恢复也不容易。这些我都知道，但这个是现在唯一解决的办法。手术指征评估合格吗？合格了。我就知道可以，老头现在天天练心肺呢。刚才我给他做术前访视的时候，我就问薛老，我说你不觉得做心脏自体移植过于冒险了吗？他说是很冒险，但也是目前最好的方案。他来安和找你手术，是为了求生，为了活下来。等我给他手术成功之后，让他看一看我到底有多厉害。那明天早上，手术室见。手术室见。情况怎么样？哎，主任，挺好，挺好的。那我们准备去了。去吧。薛老说他要跟你说两句，才开始做麻醉。你还要叮嘱什么呀？是让我注意什么术前的步骤吗？嗨，没有。手术交给你，我放心。我呀，就是想告诉你，当初我没收你这个学生，挺遗憾的，向你道个歉。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就没有必要再提了，已经过去了啊。说还是要说的。当初没收你啊，不是因为歧视女生，等以后有机会了，我再跟你讲。反正都过去了。哎呀，我的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。顾英雄、朱伟宁他们那个时代也快过去了，而你这个时代刚刚开始。在你们这一代的医生当中，你是可以留下名字的那个。到时候，平庸的医生会记得你。优秀的医生会尊敬你，病人会指望你，可以说前途无量啊。但是一定要注意啊，千万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过早的打开心里那块墓地。等到像我这个岁数，拿不动手术刀了，退了休了，再慢慢的把它打开。好了，该做麻醉了。可以麻醉了。好。薛老不紧张，马上就好了。哎呀，这手术室我太熟悉了，就像我的家一样。我喜欢这儿的味道。开始了。
消毒铺单吧，我去刷手了。什么？术式是心脏自体移植？唐佳瑜，薛老不是做搭桥手术，是心脏自体移植，他的诊断是疑似心脏血管肉瘤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我知道。这么大事情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叶一鸣，你也瞒着我，你们俩胆子太大了！马上停止手术，把薛老送回人外救治。现在胸已经开了，怎么停呢？太莽撞了，刘副院长，我们现在正在手术，你在这儿影响我们手术，你可以出去吗？胸已经开了，事情已经进展到这一步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手术后你们俩到我办公室。继续手术，止肝素，上体外循环，练刀。镊子，剪刀，心脏切除完毕，冰盆准备。黄主任，别紧张。我能不紧张吗？这是薛正伦的心脏。送去活检。换手套器械。心脏归位。喂，唐主任，活检确认是心脏血管肉瘤。没问题，完成大血管缝合，开放生颅门，心脏复探，可以关循环了。麻醉，给鱼精蛋白中和肝素。我再查一遍出血点，就可以准备关胸了。我来关胸吗？我来吧，这次我来缝，尽量缝得漂亮一点。血压骤降，肺动脉压增高，可能是鱼精蛋白过敏。我现在就给肾上腺素1毫克。上肝素吧。好。快冲去体外循环。氧气。再拿一支肝素。血压非常不稳。
主任，别叫他了。秦老师，现在怎么办？国内最权威的心脏外科手术创始人之一，死在咱们台子上。唐佳瑜呢？你以为就你来五步发飙？薛老那边怎么样？为什么不说话？手术主体部分很顺利，关闭体外循环机后，心脏成功复调，随后出现血压骤减、心跳减慢、心脏骤停，推测是鱼精蛋白过敏导致的。我们都在积极抢救，能做的我们都做了，最后抢救无效，死亡。那么大手术都熬下来了，没想到是这么个结局。谁说不是呢？啊，一代名医不也就这么？我到现在脑子都是懵的。薛老他行了行了，别说这没用的了，有时间干点正事儿啊。周达，去看看昨天几个术后病人，有需要调整遗嘱的调整一下遗嘱。啊，小百列，去换药。好，小龙，咱俩准备一下死亡名单和死亡报告。哟，刘副院长。副院长，唐佳瑜呢？他现在没在。知道他在哪儿吗？副院长，有些话我必须要说。小龙，坐下。我坐下。薛老是鱼精蛋白过敏，这个尸检可以查出来。刘副院长，心脏直视手术，为了用到体外循环机，不让血液凝固，所以必须要注射肝素。手术之后停机了，要用鱼精蛋白中和肝素，这个可以恢复凝血的功能，这是每一个医生都懂的基本道理。至于过敏，是自身免疫缺陷导致，谁都无法预知，所以薛老的死是个意外。就算是这样，薛正伦也是死在安和医院的手术室里的，就凭这一点，我们谁也脱不了干系。我现在就通知仁外医院的人，你们准备好吧。你确定？手术室的人都传开了，说人已经送到太平间了。这么多年，想的最多的，却是那些在我手里失去的生命。我就从来不会想这些。每次在我手中逝去的病人，我会强迫自己把他们忘记，把自己的大脑格式化。作为心外科医生，不做到铁石心肠，会被内疚感生吞活剥的。今后还怎么拿手术刀呢？每个医生心里都有一块墓地，迟早你要面对它。但是一定要注意啊，千万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过早的打开心里那块墓地。等到像我这个岁数，拿不动手术刀了，退了休了，再慢慢的把它打开。
唐主任，你还好吗？不太好。你怎么不吃啊？吃。我要饿死了。您的菜。谢谢。谢谢。慢用。你别担心，手术的事儿我已经跟刘峰说过了，他会跟人外那边解释。万一……学生伦死在我的手术台上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儿都会一直跟着我。反正他也不是我失去的第一个病人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处理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再提手术这2个字，我有一整套的处理流程。明天开始，一切都恢复正常。什么流程？第一步，把这件事在脑子里格式化。第2步，要吃饱，这样血会流进胃里，忙着消化，大脑就不会胡思乱想。毕竟第3步不适合空腹做。进。刘副院长，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，把薛老的病历和检查结果封存，遗体放在太平间。如果家属需要，随时可以请第3方来做尸检，确定死亡原因。薛老在外地有个侄女，他已经委托人外全权处理薛老的后事。我也联系人外了。朱伟宁院长在国外开会，顾主任已带着人赶过来了，马上就到。唐佳瑜电话关机，联系不上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不会有事吧？不知道，以顾主任的脾气，我说的是唐佳瑜。平时嚣张，闯了祸就溜了，八成不知道躲在哪个旮旯瑟瑟发抖呢。你行吗？你看着我吗？我没想到你这么能喝，就你这种喝法，那确实不能空腹喝。哎，你真的只喝可乐吗？你看看，来酒吧的谁喝可乐？就你。习惯了，以前啊总怕急诊手术，所以。叶一鸣，嗯，你说违禁词了？违禁词说了吗？手术啊。说2次。服务员，再来2杯，把他可乐给他换了，2杯 whisky。谢谢。谢谢。你知道吗？我做住院医的时候，第一次遇到今天这种情况，当时我们几个吓坏了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然后那个时候，我们的导师就跟我们几个说，什么都别想，马上回家，好好喝一顿大酒，然后倒头就睡，睡个好觉。第2天一早来医院的时候，我不希望看到一点不好的情绪。是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让自己没心没肺。对。让自己没心没肺，然后才能导致不会随时崩溃。净没心没肺，净竭尽全力。喝高和正在喝高路上的朋友们，现在是我们赛因斯啤酒屋每晚的高光时刻，在座的每一位好友都可以到台上来唱首歌，当然。如果你唱得太难听，下去以后要给每一位买1杯酒押金。现在有谁愿意上来的？有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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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哇！这边
大美人说了，她五音不全，不唱歌，要给大家带来一段架子鼓表演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不是，你是什么时候学的打鼓？我跟我爸学的。哎，小心！你爸爸是鼓手吗？当然不是，我爸是中学老师。啊。我爸以前喜欢过 Beyond，然后就喜欢打鼓。他没事就教我，我打得还行吧？行啊。那你爸现在在哪儿？死了。啊？他死。哎！啊！你没事吧？时间不早了，谢谢你送我回来，你也该回去了。啊。喂，刘芳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一鸣哥，感觉那天是不是惹你生气了？这些都是我做的，就当道歉了。应该会原谅我吧？庞佳瑜，李记者。医疗世界周刊。哦，对。唐主任，你怎么会住在一鸣哥家隔壁？哦，我这个房子是叶主任帮我找的。你认识叶主任？当然认识，我是他女朋友。哦，那他不在家，你给他打电话吧，他也许在医院。那我先走了。慢走。
为什么呀？他让我复述整个手术的过程，包括所有麻醉用药的剂量，该解释的我都解释过了。那他相信吗？挑刺了吗？没有结论啊，就是反复不停地问。哎呀，顾英雄这个人怎么那么可怕？按理说我是安和的副院长，级别比他高，为什么我一见他，小腿就哆嗦？这个人是有点特殊。哎，对了，刘峰，一会儿他要见唐主任，要不要把院里的律师叫过来？哎呀，不能激化矛盾，这牵扯到2家医院的关系，而且这不是医疗事故，顾主任也不是来医闹的，我们不要做多余的事。你说的对。我看你是想保护唐家瑜吧？什么保护唐家瑜啊？我这不是就事论事吗？我马上过去。刘峰，我一会儿神外那边还有一个手术。行，你去吧。哎，吃点东西再进，折腾一宿了。那唐主任那边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这个女人绝对3尺，我要把她救出来。你千万别发火。哎，放心吧，我还不够卑微吗？你赶紧去。走吧。副院长，今天是跟那个工程师签协议的日子，要不要订餐厅？你觉得我有心情去吃饭吗？哎，行了，你别管了，你现在就去食堂买些早餐给顾主任和人外那些住院医送过去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欧阳处长，这个今天有没有时间啊？帮我处理些事情。刘峰。啊，刘副院长在里边等你一会儿了。你当心点儿。你够潇洒的呀！昨天到今天这么大的事，你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你再不出现，我就要打电话报警了。我看到你的信息了，不就是仁外医院的顾英雄要见我吗？对手术有疑问，让他等第3方的验尸结果吧。我今天没有时间见他，我约了王海明签合约。我已经委托欧阳全权代表安和医院去和王海明签约了。我今天还有手术，都排好了。我已经分配给你们组的人了，廖晓波主导。找不到借口了吧？找不到借口就跟我走，顾主任等着你呢。组里的事儿，今天秦大忠负责一下，我有点事儿。主任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听说那个姓顾的脾气不太好。龙向东，又想去打架？不是我，你给我坐下。坐下吧，我去就回。主任再见，刘副院长再见。王中书，你说主任不会有事吧？我觉得凶多吉少。你不跟我一起进去？我昨晚已经替你受过一波打击了，让我缓缓，你自己去吧。怎么，知道害怕了？我是唐佳宇，徐正龙的主刀医生。走。你知道我是谁？
知道。那你应该知道我想问什么。我给薛老做的手术没有问题。薛老是因为鱼腥蛋白过敏。我不要听这些。老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，我有权利知道他的人生最后几个小时都发生了什么。把你手术的经过，一个动作不落的，给我讲一遍。昨天上午10点05分，手术正式开始。选择正中开胸，切皮后分离脂肪组织，锯开胸骨，用电刀切开心包，爆了心脏，注射肝素，阻断左动脉，上体外循环机进行插管。手术过程中，薛老并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，因为肿瘤的面积很大。当时不能确定是否是良性还是恶性，所以格外小心。当时因为位置在整个身体的背部，所以下刀起来手术视野不好。给鱼腥蛋白中和肝素后，病人血压下降，全身出现荨麻疹样的改变，双肺出现水肿，心跳减慢，心脏骤停，马上行心脏按压。启动一下机器不可以吗？转不起来。转不起来？药已经都给了是吗？能给的都给了，血压还不足40。基于地塞米松、氯化钙、多巴胺、多巴酚丁胺、肾上腺素等抗过敏、抗休克治疗。但是病人对药物的反应不佳，重新给肝素，重新上体外循环机辅助，降温保护脑以及重要脏器。在抢救过程中，病人的过敏情况仍然很严重，依然低血压，血管张力丧失，对升压药毫无反应，气道阻力高，改用埃克莫辅助，继续心脏按压，继续给药。但是病人的血压只能勉强维持在40毫米汞柱。主任，埃克莫，上埃克莫吧。上埃克莫。再给一针。埃克莫准备启动。血压40。启动机器。启动了吗？主任，血压太低，埃克莫转不动。埃克莫转不动。唐主任，薛老总共已经变大了。薛老已经走了。死亡时间下午5点15分。这就是薛老整个抢救过程，请节哀。再重复一遍。为什么？我哪里说的不够清楚吗？请你再重复一遍。昨天上午10点05分，手术正式开始。选择正中开胸，切皮后分离脂肪组织，锯开胸骨，用电刀切开心包，爆了心脏，注射肝素，
上体外循环机进行插管。进来。请问你先别说话。唐主任呢？啊，唐主任临时有事，我来代替他签协议。我叫欧阳真宇，安和医院医务处处长。你好。医务处是干什么的？医务处处长是医生吗？医务处是对整个医院的医疗业务、医疗质量、医疗技术实施科学的管理、检查、监督的部门。医务处处长也是医生，但不从事临床工作。请问你是王？那你就不是医生。总之，我可以代表安和来签协议，你知道这个就够了。我听刘副院长说您现在正在研发缩小人工心脏的尺寸，进展怎么样？喂，王海明已经把协议留下了，说要等律师看过之后再去签字。我觉得王海明这个人非常的傲慢，而且好像还有强迫症。我们确定要跟他合作吗？唐佳玉也说他不近人情，但王海明手里有样机，资历也够。你就先放下偏见，就尝试着促成这次合作啊。好。唐主任怎么样？哎呀，他进去2小时了，还接受顾主任的盘问呢。我不跟你说了啊。怎么了？急诊那边来了一个外伤病人，很严重，说想请唐主任过去。你得谢谢我啊，我让小百烈去解救你。很及时。什么病人啊？你看看吧，我都吓一跳。曹主任来了。哎。刺穿的是右边，是肺吗？是心脏。啊？还有大血管。心脏、肝胆、脾、胰、胃，所有内脏长得跟正常人都是相反的，是个镜面人啊。患者叫李家福，在工地不慎从高处摔下，落在了这个围栏上，这一根刺刚好刺穿了他的右心房。同时，摔伤导致他的降主动脉撕裂，形成了动脉瘤。心脏、主动脉都要进行手术，而且是梯形大切口，是个非常大的手术。而且必须等我们心外做完手术之后，户外才敢进手，否则的话，怕出血太多，血止不住。而且患者是个镜面人，他所有的手术都要用左手完成右手的工作。这个主任也可以，因为你左右手不分。当然我这个也可以，但是我的速度可能会稍微比你慢一点。可是我还知道一个人，他同时可以左右手开弓。谁？是顾英雄。顾主任，继续讲吧。我们急诊来了一个外伤病人。右心房、降主动脉都需要手术，他是个镜面人，现在情况很危险，需要左右手都可以手术的医生给他手术，所以我想，能不能请你跟我一起完成这台手术？
唐主任，我在安和的临时行医资格。刘副院长在办。啊，唐主任、顾主任，你们这是？顾主任，你先去手术间吧，6号间，他们在消毒铺单，我马上过来。好。你怎么会和顾主任出现在同一个手术室？薛老的事解决了？薛老的事情我会想办法解决。我先去手术了。右心房，降主动脉，你选一个。客人优先。相比主动脉，我更喜欢心脏。你们2个扶好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移动。开始吧。手术刀。镊子。不行，血压现在开始很低。把电刀给我，侧面开胸，摇床，可以了。找到了。针血钳。一鸣哥，你来了，什么事儿？我是来道歉的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我今天拿这个饭盒去你家找你来着，结果遇到唐主任了。我一看他住在你隔壁，然后又听说他的房子是你给他找的，我就有点那啥。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。说什么了？说我是你的女朋友。啊？顾主任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普外来接台了，如果能够及时修复腹腔脏器，愈后应该不错。顾主任，薛老的手术，我知道，那个不是你的错。昨天晚上，我已经开胸查验过老师的遗体了。你手术的每一个针脚，我都仔细的检查过了，发现了皮肤和多个脏器确实有过敏后才有的组织水肿征象，所以支持鱼精蛋白过敏的诊断。用来中和肝素的鱼精蛋白是每台心脏手术必不可少的程序，是最微不足道的，我自己都不知道用过了多少回。没想到，他就要了我老师的命。从他上手术台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注定了有去无回。这些，我昨天晚上就知道了。那为什么您还反复让我叙述手术的过程？我不甘心，我需要你一遍一遍地告诉我，
我才能强迫自己相信这个事实。他提过我，对吗？嗯，提过。他说我这辈子没结过婚，没妻子，没儿没女。但是他有2个情如骨肉的弟子。他还说，我到你们安和来最大的私心，就是为了避免他们2个其中的一个被迫站在手术台前为我做手术。我不想给他们出这个难题。姐，对不起。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些。我该带我的老师回仁外医院了。顾主任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薛老的葬礼，我想参加，可以吗？不会有什么葬礼，老师早就决定把自己的遗体捐给医学院做研究了。顾主任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们医院准备研发国产的人工心脏。你要知道，仁外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。未来，我们就是竞争对手，谁先研发成功，谁就掌握了心脏外科未来10年的资源，对吗？你恐怕不是仁外的对手。哎，向东师兄，唐主任呢？已经回去了，手术早就做完了。行，那我过去找他。好。唐主任在吗？哟，他就没回科室来。他到底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你找他有事儿？有点事儿。给他打电话呀。叶主任再见。您拨打的用户有问题 ，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喂，
杨珊珊为什么住院？她的主刀医生是谁？病人因为二尖瓣狭窄，需要住院做换瓣手术。我是他的主刀医生。那手术是否顺利？有没有并发症？手术顺利，术后恢复良好。原定28号出院。那么上个月27号晚上7点18分发生了什么？病人突发呼吸心脏骤停，抢救无效，死亡。气管插管，给肾上腺素。准备除上。充电，150焦耳。150焦耳。充电200焦耳。200焦耳。尸检结果，杨珊珊是死于脑栓塞。脑栓塞是换瓣术后的并发症之一，往往是因为抗凝不到位造成的。廖晓波医生，你有给杨珊珊展开术后合理的抗凝治疗吗？当然了，换瓣术后抗凝是心外科的基本常识。我给病人开了正常剂量的华法林抗凝，并对抗凝效果进行了监测。华法林是每天按时按量给药吗？特别是27号这天。每天都正常给药。那为什么27号的医嘱是在病人死亡后，对方律师要求封存病历之前才补上去的呢？因为27号那天。哎，廖主任，18床杨珊珊的医嘱还没开呢。哎呀，我忙忘了。再晚赶不上药房送药了，又得我们护士去拿，我们这人也不够。我说等着手术呢，催我呢都。哎，小美丽，你帮我开一下18床的医嘱。不行，廖主任，那个神外叫会诊，我得赶紧过去。不好意思啊。那个口头医嘱行不行？不行，医务处刚说了，杜绝口头医嘱。廖主任，你这是要顶风作案。谁都指望不上，真是。罗永师，你帮我从那个换药室柜子里拿一片华法林。罗永师，有些病人吧，他提前出院了，来不及取消医嘱，这个药就送到科室里了。这护士们吧，就把那个药存到这换药室的柜子里，用来备用。我们有时候来不及开医嘱，就直接去柜子里找，然后找到药就直接给病人吃了。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药，1片2片的，也没人追究。虽然有些违规，但是为了节省时间，大家都这么干。不信你可以去问。所以你没有开医嘱，私自从柜子里拿了华法林给杨珊珊。对。后来律师说要封存病历，我才想起来我没开医嘱，所以就自下补了一份。但是让你没想到的是，对方律师会去查药房记录，因为你没有开医嘱，所以自然就没有相应的送药记录。因为没有相应的送药记录，所以杨珊珊的父母认为你伪造医嘱，认定这是一场医疗事故，才委托律师对你提起诉讼。在我看来啊，这事儿就是廖晓波搞砸了。杨珊珊脑梗加上补开医嘱，这事儿不是忘记开抗凝药是什么呀？其实那天廖主任让我帮他开医嘱来着，我就是赶着去会诊。你说当时要是我帮他开了医嘱，杨珊珊可能就……别！我跟你说，这种事儿不能往自己身上揽，人命关天的事儿。叔儿，你怎么看？我就问你们一个事儿啊，你们谁没干过还没开医嘱呢，就从医药柜拿医药给患者服用这样的事儿？都干过是吧？除了图方便，很可能是患者情况太紧急，我们根本没工夫在那儿先慢条斯理的把医嘱开出来。
所以说呀，乌鸦不要嫌猪黑，这事有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。只不过现在廖晓波倒霉，让他赶上了。你们看主任干嘛呢？是在为廖主任担心。我真觉得咱们主任真是人美心善啊。廖晓波平时那么招人讨厌，他现在还在替他着想。没想到这个女魔头，仙女，还挺有人情味儿。主任，主任，你也别太担心了。还是有点担心，不知道中午食堂吃什么呀？你们都想吃什么？叶主任啊，青外唐主任那一组有台不停跳搭桥接台，本来是张主任去做麻醉的，可是他家里有事儿，问你能不能去顶一下。哎，我跟他已经说过了，你这刚下夜班啊，没事没事，那我顶他吧，我去看看病人。那个主任，你还是睡一会儿吧，我去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自己亲自去。嘿，主任啊，你这还在自己桌子上写自己的姓啊？啊，我是想看看这“叶”字儿倒着写的是个什么字儿。我看病人去了啊啊！说说吧，哥，你是没看见重兵组那帮人的嘴脸？之前薛老生病了，他们个个都很紧张，现在我出事了，他们个个幸灾乐祸。哎呀，这个。波啊，咱们现在得赶紧想办法把你这事给解决了。我可见过不少同行被医疗纠纷拖垮，这件事可不能发生在你身上。哥，现在只有你关心我的死活了。咱俩人合作这么多年，还有哥们什么时候用？就现在这时候用。你把心搁在肚子里，我一定会管到底的。你说这事怎么办？脑梗是换盘术后的并发症之一。如果没有发法令事后补遗嘱，那家属都没有理由起诉。我会去找刘峰交涉，啊，让医院赔偿，花钱私了。这一旦家属撤了诉，1个月之后谁还记得这件事？哎，不过你自己得承担一小部分赔偿金。不是哥，这不是钱的事儿啊，这我不甘心啊。我明明给了药，如果赔偿了，不就等于认罪了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真的忘了开抗凝药了呢。哎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咽下这口气。不过呢，关键时刻该舍的还得舍，先保住自己再说，明白吗？花钱私了总比闹上法庭强。不过这件事情要是闹大了，跟你一辈子了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我现在就去找刘峰，回你就等于回医院嘛，你们是一体的嘛。行，哥，我相信你，我都听你的。我去护士站调一下5床的病例，你们俩继续啊。好。哎，宇明，哎，师兄，来术前访视啊？对，就是你们组接台那个不停跳大桥。哎，对了，晚上有个职业拳手来前晚打比赛，到时候一定过来看。我没时间，你注意点啊，别伤了手。我肯定注意。你都说了没时间嘛，那个不停跳大桥那个事儿，你跟我们主任直接说吧。啊，主任，我们去8床看看啊。这都说了不去，碍眼干嘛？一定要来啊！叶主任，唐主任，怎么样？术前访视做过了啊，做过了，病人情况挺好的。
我有事儿要跟你说。哦。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，但是那天你电话打不通，最近咱们又总碰不上。世界医疗周刊的记者黎英，她不是我女朋友。我们两家是世交，从小就认识。她也考了医学院，只是在大一的时候她就换了专业，换到新闻传播去了。后来我们俩就没什么联系了，直到去年在我们家又碰上了，这才有了交集。所以她真不是我女朋友。你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件事儿？我怕你误会。叶主任，这是你的私事，没有必要跟我解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说看到我了。大夫，唐医生，张医生在吗？啊，他不在。你是他的病人吗？啊，我是他的熟人，没关系，我去办公室看看。你躲这人谁啊？我还有手术，我先走了。不行，万一他真的忘开药，就这么让他过了，岂不是便宜他？我们得对患者负责。我敢向你保证，小波只是没开医嘱，奥法林肯定给了患者了。你就这么肯定？他什么人我最清楚，他不会跟我说谎的。刘峰，其实现在问题很简单，就是医院要不要保小波。廖小波手术是做得不错，而且在安和工作了10几年。可是，哎呀，别可是了。如果医院同意赔偿，我负责找人去跟患者家属沟通。这就是个手术并发症，正好小波图方便，没开医嘱，撞枪口上了。官司打到最后，肯定是两败俱伤。其实这笔钱，就是给家属的一笔抚恤金。毕竟人家失去了孩子，值得同情，咱们也能保住小波。就这么定了。你说定就定啊？就这么定了。做事啊，要稳妥一点，把家属安抚好。放心吧。哎哥，哎，刘峰怎么说？我正要给你发信息呢。啊，基本上跟我想的一样。刘峰不是个薄情寡义的人。哎，把我这个代理主任撸下去这件事除外啊。啊，其他的事情还是蛮讲义气的。哎，你想啊，要不他当初升副院长的时候，能有那么多人支持他，对吧？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
看热搜了吗？看着呢，没想到事情闹这么大。哎，你们看这条微博说的啊，环济医疗器械的多款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，其中包括几款人工瓣膜。质检部门已经介入调查，他们的销售经理朱大同或存在问题。就是那个之前老来医院转悠，然后见谁都加微信的朱大同。还能是那个朱大同？哎呀，他跟宋宝德那个组挺熟的，而且我很多次见他跟廖晓波在一块聊天。嗯，廖主任还确实用过他的人工瓣膜。哎，你们看这个啊，杨珊珊父母的律师放了一段视频，是廖主任和朱大同在一起吃饭的监控，而上面写着：安和医院廖姓男医生被曝收取贿赂，使用环济不合格瓣膜，致女大学生死亡。这视频的意思是实锤吗？今天2台手术排的谁啊？主任，主任，看新闻了吗？安和医院上热搜了，说廖晓波收了黑钱，还点了安和和廖主任的名。你们看今天热搜了？哎呦，廖晓波这回麻烦真是大了。哥，你咋才来呢？哎呀，我得处理科室的事儿，再加上路上还堵车。哥，快走吧，他们一会儿马上跟上来了。家属同意了吗？同意什么呀？见面就发脾气，还骂了我一通。走不走？走，咱。网上那些要联合起来投诉环济医疗的家属，他们用的律师和杨珊珊父母请的律师是同一家律所的。啊？人家一直在暗中搜集证据，要不怎么才过了1个晚上，你和朱大同吃饭的照片就给爆出来了？而且一连还那么多热搜，这背后也是这家律所在做推手，炒热度，为的是就是一举把环济医疗搞倒。是他们想简单了。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堵我，有记者，有网民，甚至还有拿着花圈喊杀人偿命的。我干什么了？我就杀人偿命啊！我现在有嘴都说不清楚了。我跟那个朱大同也是因为喜欢打网球才认识的。哥，你可一定得相信我，我可真的没受贿啊！你先别急，等下我送你去医院，你一会儿不是还有台手术吗？是。我去找找朱大同。朱大同，吓我一跳，宋主任，你怎么找着我的？我怎么找着你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是找着你了？小波的事儿都知道了吧？啊，就是那个手术没做好，那个失手害死人那事儿。什么手术没做好？那是术后并发症。我跟你说啊，小波跟你上次吃饭，那是和你打完网球，小波不好意思让你出场地费，所以才请你吃饭。那饭钱比场地费也贵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他清清白白的，你得替他澄清。是吗？我怎么听说他没那么清白呢？那视频不会是你给泄露出去的吧？哎呀，宋主任，我跟您实话实说吧，本来啊，这网上所有的炮火都是冲着环济和我来的。哎，我们正愁没辙呢。嘿，这个时候廖晓波手里死这个病，我们不拿他挡枪，拿谁挡枪呢？是视频是我放到网上去的，我的目的啊，就是为了转移网友们的视线。真相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网友们急需一个恶人用来发泄呀、出气。你想，一个杀死女大学生的医生啊，跟我这个默默无闻的销售经理，哪个适合做这个恶人呢？肯定是他呀。所以廖晓波自认倒霉吧。无耻！你知不知道，这关乎廖晓波未来还能不能上手术台？一句自认倒霉就带过去了。宋主任，我觉得你现在有功夫担心廖晓波，不如担心您自个儿吧。我跟人是什么关系啊？整个医疗圈的人都知道，廖晓波可是您的左膀右臂呀。现在人家出事儿了，你能脱得了干系？
啊，到时候您说，哎呀，我跟这事儿没有关系，谁信呢？我的宋主任，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廖小波，你现在应该优先考虑的，你愿不愿意被他拖下水呀？敏敏啊，主任，我上手术了，12床帮我盯紧一点，血压后上腹夹不稳定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手术顺利啊。医生说现在还看不太出来，有紧啊，好的，好的。唐主任，刘副院长让你下手术去他办公室开会。知道了。刚下手术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就等你了。廖晓波的事，我想找你们聊聊。你们二位，一个是他前任组长，一个是现任组长。唐主任还管着整个心脏中心。廖晓波的事在网上传得非常恶劣，而且有越传越离谱的迹象，这对医院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。院里已经开会讨论，有人提议开除廖晓波。这么做的好处，一是妥善处理这件事，不然以后所有的负面新闻前面都要加上安和计生几个字；二是向外界表明，医院处理腐败的铁腕和决心，平息网上的怒火。你们觉得呢？我先表个态，作为廖晓波主任前任的组长，对医院即将做出的决定，我没意见。医德，医风医纪，是我们安和的立足之本，也是我毕生追求。为了图省事不开医嘱，导致患者出现手术并发症甚至死亡，作为医生，这是失职，既不专业也不道德。我跟廖主任合作多年，对于廖主任的这次的表现，我非常的失望。所以，如果医院将要做出这个决定，我赞成。唐主任，你也这么觉得吗？我不这么认为，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，为了平息舆论就开除自己医院的医生，我觉得这挺可笑的。今天早上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我上网查了廖晓波这1年做过的所有人工瓣膜手术的记录，我没有发现他偏向哪个品牌，都是根据病人的需求而做的决定。而且这一次环境医疗发生事故的这些型号的产品，并不包含廖晓波给杨珊珊做的这个型号。所以我认为归根结底，杨珊珊的死跟环境医疗这次暴雷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你觉得他是清白的？这我不好说。说半天你也没说出个解决的办法来，但是这件事情不能再发酵下去了。让我跟廖晓波单独谈谈，我再告诉你。氛围不对。哎，坐吧。把别人的前途攥在自己手里，很有成就感，是吗？廖晓波，我对你的前途1毛钱兴趣都没有。你从前那副嘴脸，我是懒得跟你计较。但是如果你今天再跟我废话，你就自生自灭。
如果想保住你的工作，认真回答我的问题，听到没有？27号那天，你是不是真的给杨珊珊用了抗凝药？我给了。那你跟那个销售经理有没有财务上的往来？没有。确定？我确定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出去吧。不是，这官司的事儿，还有那些网上那些舆论，交给我了，我来处理。你该干嘛干嘛，等我结果。主任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我们什么都没听见。主任说要帮我处理官司的事儿。帮你？要不，你那么招人讨厌，主任凭什么帮你？我也不知道。刘峰，廖晓波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先不能给他开除，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一下。那你来查。我想跟你借一个人，这件事儿必须他出面才能帮我。不过一想到我要跟他合作，我头就有点大。谁啊？我呢，查了很多关于27号廖晓波的资料，但是我发现除了廖晓波忘了开医嘱之外，其他都非常的正常。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了。刚才呢，我去见了杨珊珊的男朋友，我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线索。杨珊珊在入院之前做过一次人工流产，人工流产之后，她要服用1个月的避孕药，但是只用了几天她停药了。可是她男朋友后来给她送来的药。现在分析一下，27号，也就是说廖晓波确实给她用了华法林。那在抗凝药用量正常的情况下，手术也非常的顺利。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大量的服用了避孕药。喂，小李，你赶快去检验科查一下杨珊珊体内雌激素的含量，外源性雌激素，还有外源性雌激素，还有置换人工瓣有没有问题？还有在手术的时候置换人工瓣有没有问题？快去查。好。你觉得真的是跟避孕药有关吗？这是我目前能找到最有力的证据了。这声音挺熟的，我们科室很多小护士都在用，他们还推给江美丽了。我没有用交友软件。我喜欢上了一个人。我挺好奇的，你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很帅，身材也很好。真没想到，杨署长，你原来是个徒有其表的女人。关键是他是咱们医院的检验科的小王大夫。检验科的？你怎么确定的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啊？你看，这是他前2天发的。你看这个角，这个屋檐啊，就是咱们外科大楼。我真的
我真的花了好长时间，我才掏出他的话。他不是来看病的病人，而是咱们医院的医生。这是验证了那句话：恋爱中的女人都是福尔摩斯。不过你下次见了他，提醒他一下，头上抹了那么多油，让他远离明火。我不打算见他。你不见他？那他知道你是谁吗？我的资料里也没有照片。那你们这种谈恋爱的模式是什么模式啊？很理想的恋爱模式啊，你知道吗？有了喜欢的人，你就感觉每天起床，空气都变得新鲜了，然后医院门口那包子变得更好吃了，哈哈，不好吗？我收回刚才夸你是福尔摩斯那句话，恋爱中的女人智商都是0。小龙啊，8号床的引流管我让小百列给拔了啊，他今天状态不错，回头给他调药吧。行，一会儿我给他开个医嘱。哎，要不怎么还不吃饭去？我没胃口。没胃口哪行啊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要不然，食堂也下班了，要不我请你一顿吧？啊？你瞧他还无动于衷的。老秦请客，千载难逢，错过就再也遇不到了。就是，给你一个薅我羊毛的机会，珍惜啊，珍惜啊！再加个1品豆腐煲吧。廖小波，你还想吃什么？点。别点太多了，吃不完。跟我出来吃饭，你还客气什么呀？就宰这一顿啊，不宰白不宰。就这样吧。够了啊？行，那先这样，上菜吧。哎，我说你跟我出来，别这么愁眉苦脸的，行不行？世界末日了啊，至于吗？不就是官司缠身，前途不保，背后又有人捅一刀，这事儿是挺至于的。哎呀，不是，要是他怕打官司，担心前途，这我都能理解。但是他之前跟我说的好好的，我是一步一步按照他说的做的，他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呢？他就是个利己主义者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哎，他要是拼了命的保你，那就不是他宋宝德了。认识他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这么不了解他呀？我知道，但老宋这个人本事不坏，他之前还一直帮我。可能是我太过于相信他了吧。我这人你也知道，这岁数了也没结婚没孩子，一直一个人过，也没啥朋友，所以就一直把他当亲哥一样。你呀，就是因为一根筋，就越走越孤僻了。结婚多烦啊！我怕麻烦，我一个人不挺好的吗？我生活的很简单，只要让我做手术，什么我都无所谓。我原来在老宋那组，什么脏活苦活累活都是我干，最难的手术都是我做的。到头来落这么一下场，如果最后手术都没得做，我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。行了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起码唐主任那儿不是也帮你查着呢。你说唐佳瑜为什么要帮我呀？唐佳瑜这人也挺奇怪的，该聪明的时候吧，他挺傻；该傻的时候，他又挺聪明。但起码有一点啊，他比这宋宝德可是有担当，跟着这样的头儿，安心。人流手术后，医生会给病人开1到3个月的避孕药，让病人每天服用，为的是修复子宫内膜。杨珊珊刚做完人流不久，入院之前一直在吃避孕药，可是手术那几天停药了。前2天的男朋友来，给她带了药。杨珊珊医学知识匮乏，一次性补充了漏掉的那些药，所以她服用了大量的避孕药。
你的意思是说他？血栓是避孕药的副作用之一，但是平时正常吃呢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手术后是血液形成血栓的高风险期，这个时候如果你大量的服用避孕药，脑梗的高风险就会增加了。喂，你好。好的，知道了，谢谢。法医的结果出来了，在杨珊珊体内发现高于正常剂量的雌激素，而且法医检查了她的人工瓣，人工瓣没有问题。唐主任，谢谢你。我马上对杨珊珊的父母打电话，由你跟他们把一切说清楚。廖晓波，你不用内疚了。唐主任，你为什么会相信我？我相信事实，事实证明，你是一个称职的好医生。你今天顺便吧。阿姨，你今天顺便吧。那天晚上，啊，进来说吧。谢谢。我想说，其实不是你想多了，是我的问题，问题出在我身上。可是我有不想说的理由。我能理解，可是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我都不介意。可是我介意，我不能。那天在医院看到那个女人，她叫尤海丽，是我妈。她在妇科陪那个女孩看病，那个女孩叫徐江月，是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。我记得你之前不是问过我，为什么8岁的时候就想做心脏外科医生吗？因为8岁那年，我爸因为心脏病死在我面前。我妈是个警察，当时国道那出了事故，她要去现场勘察情况，所以当时只有我跟我爸2个人在家。那时候我真的是太小了，什么都不懂，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我就一直守着他，守了一宿，直到第2天早上我妈才回来。可是我妈回来的时候，
我爸已经……那年你才8岁，一定很害怕吧？对，所以不管遇到任何事情，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做一个心脏外科医生。后来没过多久，我妈就改嫁了。我妈嫁的那个男人叫徐国强，他太太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了。徐江月就是那个时候他带过来的女儿。喂，喂，梁组长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了打扰你。是匿名举报，举报唐主任携虚假病历隐瞒病人病情，核实了吗？属实。薛正伦。而且举报人不仅联系了医务处，还给院长写了举报信。现在院长要医务处查这件事情。真是没有一天太平的日子呀。刘副院长，还有更糟的。那还是请血液科的来会诊一下。好。好。主任。查完了吗，北丽？科里都查完了，昨天有几个出院的，还有几个术后病人在 ICU，早上我跟周老师去看看。情况怎么样？病人情况都比较稳定，有2个下午能转出。啊，那很好啊。哎，都上手术了吧？早上排了哪一台？主任今天没手术。今天没手术啊？老的病人都做完了，新的都是择期，还在完成术前检查。那今天我们没事干。哎，主任可不能这么说，一会儿肯定冒出一大堆事儿来，咱们闲不了。你瞎要是都没什么事儿的话，要不咱们商量个事儿啊？什么事儿啊？这个廖晓波呢，现在就算正式的进入了咱们重病组了。咱们重病组呢，现在就是有了2位副主任医师了啊。现在要确定一下，如果主任不在的时候，那谁是2把手？主任，老秦虽然年纪比我大，但是我们年资差不多。我又比他年富力强，又比他认真负责。行了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我是实事求是。哎，主任，你说。主任，要不这样，反正现在我们也没事儿，不如一会儿来一个科内比武，比个人出来。好办法，是个好办法。加油！你我都知道，这些举报内容啊，都有内情可原。但是院长非常重视这件事情，还有写虚假病历的事。那我们预估一下最坏的结果，处罚是什么？免中心主任一职，停手术6个月。不能硬来，以免两败俱伤。我先去调停一下，兴许有转机，但是一定得瞒着唐佳宇。但是院长只是在调查结束前，让医务处来监管唐主任所有病案，禁止高风险的手术。如果我们要监管的话，唐主任不可能不知道。那你就秘密监管嘛，你常年在医院里管东管西的，大家都习惯了。那要是他起疑呢？那也得瞒着他。你想，以他的性格，万一知道了，说不定要惹出更麻烦的事，那时候更难解决了。好吧，那我找个理由，不让他知道。手术是外科的看家本领，缝合是手术的重头好戏。今天我们组内比武就比缝合。冯向东。啊，那个比赛的内容是谁在猪心上首先完成奔透手术的主要缝合，谁就是我们重病组的2把手。平时这个工作呢，在手术台上需要医助帮着拉线才能完成，但是今天需要你们独立完成。我觉得这事儿还是挺难的，所以2位各尽其能吧。哎，在比赛之前有什么垃圾话要对对方说吗？小菜一碟，放马过来。谁怕谁呀？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。行了，既然小波已经把话喷完了，那我们就
3、2、1，开始。主任，你觉得谁能赢啊？这才刚开始。不过6，晴晴可是宋妹的主要担当。要不咱赌一手？你就赌。好。哎，好了，谁能赢？钱。一样。神奇情绪。加油不？加油啊！完成了，我也完成了。一样啊。那我们要看看技术。来，对，行。虽然你们的时间一样，但是手法上还是有区别的。根据这个技术上，我们分个高下。今天的获胜者是秦大中。哎，谢谢捧场，谢谢捧场，谢谢2楼的朋友们，谢谢4楼的朋友们，谢谢对面的朋友，算你赢了，要尊老爱幼。怎么？是不是转账转什么账？哎，没事。不，老秦是这样，刚才比赛之前我们都下注压你赢，只有主任压了廖小萌。哎，我说唐主任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对我这么没信心吗？啊？哎呀，我还有点事儿啊，我去处理一下。你还有什么事儿？你没想到啊，主任原来这么欣赏我啊！喂，刘峰，如果有人喜欢你的绯闻女友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哎呀，我介什么意呀？我跟唐佳瑜啊，可什么事都没有。哎，你说的是唐佳瑜吧？哎，我可没说是谁啊，你不介意就好。他我可了解，你可千万别玩火。喂。唐主任，叶主任。哦，你是来做书签访视的吗？不是，我是专门过来找你的。找我有事吗？下班以后，你有时间吗？应该有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李一鸣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有不可以的原因。我知道，我不在乎。那我今天也有件事情想告诉你。行，我等你下班。主任，急诊有个病人，那你现在有没有时间过去看一下？去看一下吧。哎，唐主任，我带你过去，14床。病人怎么回事？一个藏族男孩，21岁，叫扎西达瓦，发肝严重，做超声怀疑他是单心房和单心室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看到了吗？这儿，还有这儿。啊。看一下。扎西达瓦，你这是一种先天性心脏病，叫单心房单心室。正常人都是有2个左右的心房心室，但你只有1个心房1个心室。给你打个比喻吧，别人都是2室2厅，但是你只有1室1厅，而且你的静脉血、动脉血混在一起，造成缺氧。你之前有确过诊吗？没有，小时候家乡卫生院的大夫说我心脏不好，我以为长大就好。你们要尽快通知病人家属，他这种情况要尽快手术的。手术？可我家人都在很远的地方。医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扎西他只是脸有一点黑而已。对啊，没这么严重吧？你怎么了？哪不舒服吗？啊？
室颤，马上除颤。让你小心，让你小心。哎，你们先出去，病人要抢救了。来，快啊200焦耳，给电。清场。再来一次，200焦耳，给电。恢复窦性心律了，可以。吴护士长，欧阳处长，有事吗？准备一下重病组成立以来所有病案的护理记录，医务处要用。是要评经典病例了吗？啊，不是每年都评吗？今年重病组是种子选手，医务处要做筛选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一会儿就去准备。唐主任呢？哦，在办公室呢。虽然除颤除回来了，但是病人的情况并不乐观，需要尽快手术。从 CT 的检查结果来看，是完全符合超声的诊断，是一个单心房单心室。可是病人21岁了，这个病从出生没多久就应该会有症状，应该很快得到确诊和手术治疗，不然的话容易夭折，能够拖到成年真的是很罕见。其实这样的情况在西藏并不罕见。什么意思啊？西藏的海拔高，加上医疗条件有限，先心病的发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那年我去做援藏医疗，筛选先心病患儿，很多孩子到了成年之后都不知道自己得了病，所以我想，扎西应该小的时候就有了症状，但由于当地人的肤色偏深，他和他的家人都没能重视，才拖到了现在。原来是这样哈。哎，欧阳，处长，处长，有事吗？啊，医院筛选经典病例，我在各科抽查。我刚才听急诊说你又收了一个新的病人。啊，我可以旁听一下吗？不打扰你们。当然没问题了，坐吧。我自己来，谢谢。单心房单心室，除了手术，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案，所以我决定了，准备采用全腔静脉、肺动脉连接术，在体外循环、心脏不停跳的基础下进行。刘副院长，我怎么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举报人？我不知道啊。这里就我们俩，玩这套，有意思吧？多大点事儿，还匿名举报，全世界不用猜都知道是你，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你想啊，连小学生都烦给老师打小报告的同学，在单位里谁会喜欢举报的人呢？那也不能放任个别人胡作非为，没人管吧？哎，既然是匿名举报，刘副院长凭什么认为我就是那举报人呢？我不拐弯抹角了，我只说，以后心脏中心露脸的事儿，比如上个电视节目、做个采访、专访什么的，都让这个举报者露脸。毕竟，唐家瑜一开口就会惹麻烦，倒不如让这个伶牙俐齿的举报者来代劳。你说呢？刘副院长，您这么有诚意坦白，举报者难免要动心呐。不过，如果啊，仅仅是如果我就是举报人的话，除非加上一点，我才能答应。这才是职业的态度嘛。说吧。你好，王工程师。你好，欧阳真宇。啊，你也可以叫我欧阳处长。你是来拿协议？对，你和安和医院合作研发人工心脏的协议，电话里说你已经研究过了，同意签字，现在可以给我了吗？你先别急，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研究成果。我之前呢，我一直在试图改变这个线圈的绕法啊。后来我突然发现，其实去改变一下主动悬浮和被动悬浮的比例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当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分寸的时候，有可能就可以达到唐主任所说的，把人工心脏的直径缩小到50毫米以内。这个公式看到吗？
用这个公式演算就很容易得出这个办法。但是，当然这其中还需要一些别的因素的配合。你是不是听不懂？嗯。对牛弹琴，还有，现在可以签字了吗？你为什么老是板着一张脸啊？现在呢？可以签字了吗？啊，我已经签完了。那，王工程师，我希望你以后少关心别人爱不爱笑、笑不笑，多关心一下人工心脏的研发问题和进展问题。虽然唐主任认可你，但是我对你能否研发出这么先进的医疗器械深表怀疑。你这是偏见，而你是傲慢。我有傲慢的资本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一定能够成功。你拭目以待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唐家瑜替薛老写虚假病历的事儿，你知道了吧？知道。这事儿，本人匿名举报了。举报的人是宋主任。是个人都知道是他，他还匿名。他还把唐家瑜做的血友病人手术、全主置换手术一并告诉了院长，说这是拿患者的生命开玩笑，属于危险行医。那后果严重吗？最坏的后果，唐家瑜免职，停手术6个月。这么严重？这事儿，你先别告诉他。你也帮我想想办法，我怕这次啊，我保不住他。扎西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心脏不难受了。你怎么不吸氧啊？我们在排练，明天要去草莓音乐节演出。谁告诉你们他还能参加演唱会啊？他今天发生的是室颤，心脏已经停止了，就是因为他在急诊，所以才抢救过来。如果在医院以外，人就没了。你们还当是小事吗？可我们都排练好几天了，定金都收了，要是不去的话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，你们自己去处理。我来呢是要跟我的病人说一下关于手术的事。扎西，我是你的主治医生，我建议你明天就手术。你的心功能已经开始下降，越早手术你越安全。手术后，我就是2室2厅了吗？不能，你的情况只能做功能性矫正。我会在你的心脏外面连一根人造血管，让静脉血不经过心室，直接进行养合。虽然你这样做还是一室1厅，但是你的心功能跟正常人相比，差别不是很大，而且你的肤色也会慢慢恢复正常的。不行啊，医生，他是我们的主唱。跟你们说实话，他近期内都不能再唱歌了，明白吗？可是，医生，我可以自己签字吗？特殊的情况是允许的。等一下，秦医生会跟你说一下手术的注意事项。你要多休息。你们差不多也别待太久了啊，病人需要休息，知道吗？扎西，明天我不能和你们一起登台了，你们3个人先去吧。你可以唱歌，庞伟也可以。乐队的前途很重要，我们这次收了定金，如果不去演的话，以后就没有办法在圈里混了。快回去排练一下吧。那我们先走了，走吧，扎西。明天好好唱，走吧。有事给我发微信。你们好好排练，明天唱好一点。主任，
你要的东西都拷在这上面，全在里边了吗？嗯，只要是你做主麻，唐主任做主刀的手术，病人和手术资料都在里面。谢谢。主任，你先忙着啊。哎。喂，叶一鸣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晚上有点事儿，咱们改天再约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改天再约。拜拜。主任，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保安处长早上来说要评经典病例，让我准备一下。当时我一听就觉得有点奇怪，平时评经典病例都是在年底的，正好呢，住院有个同学在医务处工作，我就让他私下打听了一下，结果这一问才知道，是医务处在查你。佳宇，真是你啊！打你电话不接，信息也不回，我只有在这儿等你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呀？匿名举报的事儿。我查了病历资料库，发现学生伦的档案被封存了。我以为我来了安和那么久，大家也建立了该有的信任，没想到还跟刚开始一样，还是被你蒙在鼓里。我不是在瞒你，我是在想办法。如果能解决，就不用告诉你，影响你工作的积极性。作为管医疗的副院长，还有你的朋友，我是在保护你，你感觉不出来吗？但是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了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当着全中心同事的面，就抢送保德病人的事儿，向他道歉。还有，向大家保证，今后每一台手术都要符合规定，不再冒险。果然是宋保德。不做冒进手术，刘峰，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？是。答应这个要求，就是很可笑，还很丢人，但总比停职停手术要强吧？你说什么？要停我的职，停我的手术？这是最坏的结果。要真走到这一步啊，整个重病组就要移交给新上任的主任，到时候你就会变得孤立无援，所有的事情都要从头再来。你想想。让我想想吧。喂，刘峰，你安排一下吧，我可以道歉。都查完了吧？查完了。今天上午排了扎西达沃的手术。对了，有个事儿忘跟大家说了。今天手术之前呢，开个短会。在会议中心。10分钟之后呢，你们先过去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刘主任，开会在办公室就行，干嘛去会议室啊？不是我们重病组的，是整个心脏中心的。兄弟们，通过层层关系，终于打听到了这次开会的目的是什么。我要不说，你们想破脑袋都想不到。说呀！哎呦喂，你要噎死我呀！你赶紧的！你们好歹尊重一下发言人好不好？是有人匿名举报唐主任，说他给病人写虚假病历，还抢病人，给血友病患者做高危手术。这次开会的目的，
就是为了让他给宋主任道歉。嘿，匿名举报，然后让人实名道歉，真行。哎，不对，这事儿别人怎么会知道啊？龙龙，合着假病历的事儿你早就知道了是吧？不是这样，您别误会啊。主任当时是怕牵连你们，我呢又怕他一个人承担不来，就非得跟他去。但是我说实话，这事儿除了我跟主任还有薛老知道，其他人都不知道，特别是宋宝德。是我告诉宋宝德的。哎，这事儿你这么干可不地道了啊！哎，你过分了你！廖主任，你干脆改名叫府志高算了。是我害了唐主任。我当时真心不该这么做。我错了，我郑重向大家道歉。哎，廖晓波你，起来吧，椎间盘突出了，我们还得给你送骨科去。今天耽误大家一点时间，把大家约在这儿，我是要说一点事儿。我要跟宋宝德主任道歉。唐医生，大点声。我要。我刚才在休息室花了近10几分钟，写了3行字，但是这3行字都不是我想说的话，所以我打算不说了。今天把所有中心的人请过来是这样的，宋主任说，让我在这儿约上我们中心所有的同事，当着大家的面给他道歉，说我抢了他的病人。我记得上一次也是在这间会议室，会议上选择了我的手术方案。我不知道这个抢病人之说是从何而来的。宋主任还说让我当着全中心同事的面说，从今以后不可以再做冒进手术。可是心脏外科就是因为有人冒进才诞生的。外科之父比尔罗特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在心脏上做手术是对外科艺术的亵渎，任何试图在心脏上开刀的人都会身败名裂。所有人都认为没有人可以在跳动的心脏上做手术，可是布莱洛克后来才冒进的发明了 BT 分流术，他找到了解决法罗4联症的办法。事实上，任何一次心脏外科的进步，都是因为一个不安分的外科医生突发奇想，大胆妄为。医学就是一个挑战不确定的学科。今天你让我绑住我的手脚，只做有把握的手术，对不起，宋主任，我做不到。我不但做不到，我还会鞭策我自己，千万不要往这个方向发展。今天确实应该跟宋主任道歉，要说句对不起，宋主任，我抢了你心脏中心主任的位置。还有，对不起，老天没有给你足够的胸怀让你接受这一切。还有一个对不起，结果最终选择了我，而没有选择你。但是就这一段时间我对于你的观察，以一个外科医生的标准来衡量，我不认为在全世界任何一家医院，我的职位应该比你低。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完了。
谢谢大家。唐主任，今天的事情你要有心理准备，没那么容易收场。既然你知道实情，昨天来调查的时候为什么不说？我没想到你会蒙我。你这么做跟宋宝德有什么区别？是你们不是去演出了吗？没有主唱演什么？去了不是丢人吗？对不起啊，昨天我掉前夜里了，是庞伟骂了我们才。哦，你好，你不是平时都不说话的吗？你说他们什么了？我说，我们是一支乐队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对呀，要演就一起演。扎西，你在手术台上要记住，我们是一支乐队，一个都不能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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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说，怎么会是这么个结果啊？都怪我。现在不是怪谁不怪谁的问题，我们得想想办法，不能在这儿等死啊！办法肯定是有，就看各位豁得出去豁不出去。老秦，你说，唐医生如果被撸下去，肯定是宋宝德来接任。保险一点的话，咱们就静观其变；要是冒进一点的话，主任，主任，主任，那个，今天本来想忍辱负重的，结果失败，让你们见笑了啊！我听百烈说，你们都知道我被查的事情，再加上刚才在会议室，估计不好收场。我不知道今天这台手术是不是我在安哥的最后一台。如果是的话，我想提前在这儿跟大家唠叨几句。咱们的关系最开始没有开个好头，但是走到今天，我可以坦诚的讲，我真的非常高兴能跟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共事。因为你们都是很出色的医生，我也特别感恩，在我人生很特殊的时期遇到你们。我这个人嘛，脾气不太好。所以我特别感谢这段日子你们对我的包容，真的谢谢。好了，说到这儿了，准备一下，开始手术了啊！唐主任，叶主任，
看来你应该也知道了。你是说宋主任道歉视频的事儿？全院都知道了，有人录了视频。看来安和真的很八卦。改约在今天晚上可以吗？我是说，昨天的约定改在今晚。好。顶掉吧。上下腔静脉缝合完毕，准备开放血人。麻醉，帮我测下血气。没问题了。血气松弛。好了，可以关胸了。也有好消息，我第一时间来通知你了。王海明昨天把合约撕毁了。什么？你先听我说。他要求在合约里面加一条，合作方必须是你唐家瑜主任。你知道，这合约一直是欧阳在张罗的，所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？我没有想到欧阳会帮我。还有一个人，他连夜把你所有的手术记录全整理出来，还联系每一位病人，把病人的回馈都写了进去。当然，病人的回馈都很好。他把这份材料呢交给了院长，院长也大体看过了，也了解到了举报者的说法是有偏差的。叶一鸣，最让我想不到的是重病组的医生，每个人写了一模一样的检查，都承认写假病历是他们自己所为，愿意承担和你一样的责任和惩罚。个神经病啊！欧阳，谢谢你。是你说服王海明的吧？不是，是他自己愿意帮你。处理结果出来了吗？哦，罚我3个月奖金。全院通报批评。没有停手术，也没有免职。我就是来说声谢谢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唐主任，我和宋宝德不一样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不可以试着向朋友的方向发展？就是那种比同事更近一点的关系。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好啊。那主任，哟。
哎，3个月的奖金对于你这种富婆来讲，那简直就是毛毛雨啦！真是太好了，主任，大家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主任，我还得给你道个歉。哎呀，行了，别续了。拿了。就知道吃。哎，我听说是不是每次大手术之后，大家都得组织晚上吃吃喝喝庆祝一下呀？这都知道了。不用嘛，不用。不用啊。那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诸位有没有空？老地方，然后你们消费我买单。上道。喂，这次是我想改下次约，因为我今天晚上有事儿，真不好意思。没事儿，要和重病组的人去庆祝吧。等你回来再说也行，我都在家。好的，宋主任，我暂时不想去了，我想跟唐主任学习手术技术。最好的老师已经在身边了，我就不舍近求远了吧。我特别想感谢这些年您对我的照顾，谢谢。没有啊，谢谢啊。给我来一杯苏打水，谢谢。啊，不是啊，今天主任请客，你喝什么苏打？今儿必须让他喝一杯。对，喝点。我酒精过敏，真喝不了。酒精过敏怎么了？在座的都是大夫，谁都能抢救你，都能给你做人工呼吸。闭上你们俩嘴。哎，佳宇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去了安和医院心脏中心，护士们说你在这里，我就过来了。你不跟同事介绍一下我是谁吗？这是我丈夫。